这个女人也太狠了，因为太羡慕闺蜜，抢了她的未婚夫，占据了她所有的财产不说，竟还下毒直接害死了她母亲。如今她的闺蜜重病在床，她竟还残忍现身掐死了她。这不是我小时候住的房间吗？我竟然穿回80年代了！就在林瑶震惊的想出门到处看看时，顾丽丽直接上前拦住了她。林瑶，我大哥马上就要回来了，我劝你识相一点，赶紧跟他解除婚约，别影响了我大哥的前途。前世顾庆安仗着林瑶喜欢她，花她的钱，还联合闺蜜周雨一起设计她流产入狱，这顾丽丽也是帮凶之一。你放心，就算世上的男人都死光了，只剩下你哥一个，我也不会多看他一眼。林瑶说着，就从口袋里拿出订婚时的银手镯，丢了过去。慢走，不送。你可别后悔，我大哥那么优秀，年纪轻轻就已经是连长了，将来的前途不可限量。你这么冲动，一定会后悔的。可林瑶话都不想跟他说，直接来到了山上。前世我就是在这天救了周雨，这一世我再也不会这么傻了。我要亲眼看着你被抓走的一幕。林瑶正想着，周雨就跌跌撞撞地向着这个方向跑来。终于来了，周雨，这辈子我可不会再救你了，我只会看着你坠入深渊。果然，周雨跑着跑着就摔到了一个陷阱里，还摔断了腿。喂，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姑娘？林瑶故意看了一眼陷阱，才装作惊慌地摇了摇头。我没看到，我不知道。此时两个男人也发现了陷阱，他们很快就走过去，将周雨从陷阱里拖了出来带走了。周雨，我们这一辈子应该再也不会有交集了，你应该庆幸杀人犯法，要不然我绝对不会这么容易饶过你。此时穿梭在山林中的林瑶突然闻到了一股熟悉的人参味，她快步往前走，果然看到了一颗野山参。发了呀，重生以后我的感官竟然变敏锐了。与此同时，另一边的周雨被两个人贩子拖着，面如死灰。难道我的命运就只能这样了吗？不，我感觉不对，不应该是这样的。等等老六，他的腿断了，万一残了也卖不了好价钱，我去村里问问看有没有人可以给他看一下，你在这里先等我一会儿。行，那你快去快回。看着老黑离去，老六直接将周雨扔到了一边。你给我识相点，别给我耍花招。周雨自然不敢反抗，可看着眼前有人路过，他也不知道哪来的力气，一把推开了老六，一瘸一拐地向着他跑去。救命！救救我！救！此时刚回来的顾庆安听到有人喊救命，连忙将周雨护在了身后，带到了林瑶家。此时林瑶刚挖完人参，好心情地回家，就发现家门口围了很多看热闹的村民。不好，我妈不会出事了吧？林瑶飞快地跑进屋里，就见到他妈妈正在给周雨包扎伤口。还好妈妈没事。不对，周雨怎么在这儿？此时顾庆安看向又胖又黑的林瑶，更加坚定了要退婚的想法。瑶瑶回来了，正好庆安也回来了，你们林姨，我这次回来是跟林瑶解除婚约的，我们不合适，希望你能够劝劝林瑶。林雪没闻言，也有些不悦。瑶瑶虽然长得不漂亮，可是她心底善良，是个好姑娘。林姨不必多说了。对了，这人能不能暂住在你家？这是他的医药费。我家没有多余的房间，人你带回去。林瑶，我们之间的事跟他无关，你怎么能因为我而迁怒于他？再说了，我跟他没有关系，我只是正好路过救了他。既然你要做好人，那就贯彻到底了，我们可没有给你善后的义务。听到这话的顾庆安气得浑身发抖。你到底有没有同情心？切，同情心那也要看给什么人了，给你们这种人还不如喂狗。你今天要是不将他带走，那我就将他交给警察。好，很好，你别后悔，你还真是又丑又恶毒。林瑶，我要跟你退婚。正好我也有这个想法。对了，银手镯我已经还给你妹妹了，以后我们没有任何关系。顾庆安一愣，震惊地看向林瑶。你说什么？你竟然这么痛快的就答应了退婚？之前你不是死活都不愿意吗？我最后再说一次，我们以后男婚女嫁各不相干。还有，我永远也不会放过你们这对渣男贱女。前世我受过的苦，我定会百倍千倍的还回去。刚刚林瑶趁大家不注意，已经在周雨身上放了一种慢性毒药，只要她跟男人吃海鲜，毒素就会迅速蔓延开来。以我对周雨的了解，他要是知道顾庆安现在已经当上了连长，绝对会牢牢抓住这次机会的。此时顾庆安也从震惊中反应了过来。好的很，希望你说到做到。顾庆安冷哼了一声，这才扶着周雨走了出去。而此时的周雨嘴角却悄悄地扬起了一丝笑意。这一世和上一世的经历竟然完全不一样，林瑶肯定也重生了。不过就算她重生了又如何，也只会是我的手下败将。顾庆安很快就带着周雨回到了家里。大哥，她是谁呀？又是个缠上你的女人？不是，她是我刚刚救的一个姑娘。你叫什么来着？家人还在吗？我叫周雨，我妈死了，我爸把我卖给了人贩子，我要是回去他肯定会再卖了我的。
真可怜。要不你就先在我家住吧。太感谢您了，您放心，等我脚好了，我一定会去找工作的。真是个善良懂事的好姑娘啊，你安心住着就好。周宇娇羞地点了下头，嘴角却划过一丝得逞的笑意。顾清安果然还和前世一样容易心软，相信用不了多久就会爱上我了。第二天，林瑶刚卖完人参，就打算去银行存一部分钱，没想到旁边进来了个男人，还拿出了一把匕首抵在他的腰上。不许嫁，跟我走。80年代，他竟将百年人参卖到了1万的高价，可他转眼就被歹徒盯上，逼到了巷子里。把钱给我，不然今天就是你的死期。此时门口的路人也看到被挟持的林瑶，他正想上去帮忙，就见林瑶将手中的箱子往前面一扔，淡定道：无所谓，给你啊。男人连忙向着箱子跑去。哇哈哈哈，发了呀！有了这些钱，我以后终于可以吃穿不愁了。我还说上去帮忙，结果他竟然这么忙。他不知道的是，前世林瑶被陷害过，常常被欺负，为了自保，他只能一次次用拳头回应，才有了现在熟练的身手。哎呦，饶了我吧，笑不要了，姑奶奶，我错了，还不行吗？哎，求求你不要再打了。下次别再让我遇见你。林瑶也打累了，捡起地上的箱子，就直接去电话亭报了警。哎，又是学雷锋做好事的一天啊！林瑶随后又买了好些东西，正准备起身回家，就见前面竟有人要跳河。你们不要过来，再过来我就跳下去了。那不是龙城药业的赵厂长吗？据说他的厂子要被国外的企业收购了，这是挣钱的事啊，怎么突然这么想不开？你不知道啊，他拒绝了那家企业之后，他家厂子就接二连三的出事，先是大火，后来又被查封，说是要有问题。怎么可能有问题？我都在他家买了这么多年了，哎，真是世事无常啊！前世林瑶和这要跳河的赵坤就是好朋友，据说当时是一个军人救了他，此时他自然不能见死不救。虽然知道他最终还是会被救，但既然我遇到了，还是得去试试。就在赵坤要往下跳时，林瑶赶紧冲了过去。赵坤，你等一下！你是谁啊？为什么要拦着我？我现在除了死还能怎么办？妻子抱着儿子回了娘家，我的父亲也成了植物人，现在连工人的工资都发不起，我真的无路可走了。你不要冲动，我有办法让你的厂起死回生。呵呵，你说的话你自己都不会信吧？那还有办法？赵坤，你想想你躺在床上的父亲，还有那些盼着你回去的工人，你真的忍心让他们失望吗？那我还能怎么办？我也不想让他们失望，可是我已经尽力了。见赵坤已经沉浸在他的情绪里，林瑶快速上前，一把将赵坤从前面拽了回来。殊不知刚刚的那个路人看到这一幕，也弯了弯薄唇。嘿嘿，没想到他这么勇敢。你听我说，我真的有办法帮你。你是不是有一批要被扣下来了？我有办法帮你通过审核，信我。看着林瑶自信的眼神，赵坤莫名的点了点头。好，就当是给我最后的一次机会。我叫林瑶，今天时间太晚了，你给我一个地址，我明天去找你，再跟你细说。好，我家的地址是……林瑶点了点头，正要回家，就发现有人竟在动他的背篓。大胆，把东西放下！可谁知小偷被林瑶抓住，还嚣张的威胁道：我劝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。话音未落，林瑶就漫不经心地拿出一根针，对着小偷的胸口刺了过去。你对我做了什么？我竟然动不了了！大家看一下，有没有丢东西呀？我的钱包不见了，那里可是整整有20块呢。我的钱也不见了。林瑶直接将小偷口袋里的东西掏了出来。你们的东西在这里，过来认领一下。众人连忙过来将自己的东西一一拿走了。谢谢你啊，小姑娘，像这种人就该蹲局子。我是拉黄包车的，我把他送去警局。小偷现在动弹不得，只能愤怒地瞪着林瑶。丑八怪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，反正我进了那里也顶多只是被关几天而已。林瑶并不在意小偷的话，等他回到家，天已经黑了。妈，你站门口干什么？看你这么晚没回来，有些担心你，没发生什么事吧？没事啊，我就是难得去城里，给你买了新衣服，还有新鞋子，我们快回家试试。你花那冤枉钱干什么呀？妈有衣服，以后不要再给妈买了，妈衣服够穿。那可不行，等我赚了钱，我还要给你买更多的衣服。我妈妈长得这么好看，当然要穿最漂亮的衣服了。你这孩子就知道拿妈开玩笑。回到房间，林瑶先去洗漱，林雪梅突然就感慨了起来。上一次送我衣服的还是瑶瑶她爸，这么多年了，你怎么还不回来？就连一封信都没有。妈，你怎么哭了？我没事。对了，妈有个东西要给你。林雪梅说着，就将一块玉坠拿了出来。瑶瑶，这个玉坠是你爸留给你的，你以后就戴在脖子上，
林瑶看到玉坠微微一愣，上一世她的玉坠就被周宇骗走了，据说还拿着这信物去认亲，得到了父亲和哥哥们无尽的宠爱。上一世周宇定是知道了玉坠的秘密，才会动手杀了妈妈。这一世你休想从我这里拿走分毫。与此同时，周宇突然有种心慌的感觉，好像有什么重要的东西突然失去了，难道是那块玉坠？不行，少了这东西，那我这辈子还怎么认亲？想到这里，周宇也顾不得脚痛了，焦急的就向着门外跑去。顾庆安听到动静，也赶紧跟了出来。周宇姑娘，你这么晚要去哪里？啊，我躺得有些腰疼，想去外面透透气。要不我陪你吧，你的脚伤还没有好，外面又黑灯瞎火的，万一再摔了怎么办？好吧，我想去医务室换药。走吧，我扶着你。那什么，周宇姑娘，你有对象吗？我想跟你发展革命友谊。前世最亲的闺蜜将她害得家破人亡，连最爱的白月光都成了她的丈夫。如今她重活一世，直接甩了白月光，却没想到她竟被闺蜜的容颜迷得神魂颠倒。周宇姑娘，我想跟你发展革命友谊。我果然还是这么有魅力。前世顾清安可是当上了军长的，我必须好好把握这次机会。想到这，周宇便故作娇羞的点了点头。好啊。此话一出，顾庆安顿时就激动的将她抱了起来。太好了，哈哈哈！我抱你去医务室。与此同时，林瑶正准备关门，就见这对渣男贱女竟然来了，真是辣眼睛，这么快就勾搭在了一起。林瑶，你赶紧去叫林毅给小雨换一下药。我妈睡了，你们明天再来吧，或者我给她换。林瑶，你是不是非要无理取闹？你是医生吗？你有什么资格给小雨换药？我在18岁时就考了证，你说我是不是医生？不想换药你们可以离开。林瑶本是要上大学的，可顾庆安的母亲却说读书无用，当时的林瑶瞎了眼，还真就不去了，就考了证，一直在医务室帮着他妈看病。顾大哥，就让林小姐帮我换吧，我没事的。好吧，林瑶你轻点，不要弄痛了小雨。听到这话，周宇就暗自得意了起来。林瑶啊，林瑶，你永远都斗不过我的。上辈子顾庆安是我的，这辈子同样也是。他不知道，其实林瑶压根不在意顾庆安，只见他拿起纱布就开始换药，而那惺惺作态的周宇却叫了出来：“啊！小雨你怎么了？林瑶，你能不能轻点？你行你来，我来就我来，这点伤口还难不倒我。”就在顾庆安温柔的上药时，周宇却恶狠狠地盯着林瑶脖颈处的玉坠。玉坠怎么会在他的身上？明明前世林雪梅并没有将玉坠给林瑶啊！不管怎么样，我必须要抢回来。擦完药，顾庆安随手就丢下1块钱，扶着周宇走出了医务室。有了，前世林瑶救了一个受伤的人，在他回去拿药时，那人突然醒了，还以为是我救了他，我这辈子也可以利用这件事。第二天，林瑶正准备去找赵坤，果然遇到了一个受伤的人。前世我去拿药回来，周宇却说这人已经离开了，后来我才在电视上知道，这人竟是市派出所所长的儿子。后来我被害蹲局子，还是周宇跟他打了招呼，想把我活活打死在监狱。这辈子我绝不会让你再有任何机会。想到这，林瑶随手就摘了几株止血的药草，敷在了吴子玉的伤口上，吴子玉才悠悠醒了过来。是你救了我。我是村里医务室的村医，你的伤很严重，需要住院，我扶你去那边的公交车站坐车。谢谢。就在林瑶扶起吴子玉的时候，一辆汽车突然停了下来，只见陆青云依袭军装，浑身都透着一股威严迫人的王者气势。哟，表哥，你不是在部队吗？谁让你一晚上不回家？姑姑和姑父都急惨了，多谢你救了我表弟。不用客气，他受的伤很重，你带他去医院吧。救人是我作为一个医生该做的事，只要吴子玉这次没认错人就行。那你要去哪里？我带你一程吧。不用了，我坐公交车就行。话音刚落，一辆公交车从他的眼前呼啸而过。哎，好吧，公交车要半个小时才会有一趟，就麻烦你送我去市里了。陆青云微不可察地弯了弯唇，亲自拉开车门将林瑶请上了车。此时车内的司机小刘和吴子玉看到这一幕，惊得目瞪口呆。表哥竟然亲自给这胖女孩开门，我是不是眼花了？与此同时，汽车刚离开，周宇就一瘸一拐地走了过来，可他翻了半天，才发现草丛里只有一滩番茄汁。该死，看来还是我晚来了一步。小雨，你的脚伤还没有好，怎么来这里了？没事，我就是出来走走。我们回去吧。为什么我现在处被压制了？我该怎么办才能将居室搬回来啊？另一边，林瑶下了车，陆青云也下来，将一张纸条递给了他。林瑶同志，这是我的电话号码，以后有需要可以找我。好，谢谢。还有我，林瑶同志，我住在是招待所旁的家属院，你有空去我家做客。好，再见。林瑶也没把这事放在心上，直接来到了和赵坤约好的茶楼里。你昨天说可以帮我，不知道你要怎么帮我？林瑶没说话，直接将计划书拿了出来。赵坤一看，眼睛都亮了起来。这份计划书做的真是太好了，只是资金方面要如何解决？银行贷款，现在银行的贷款利率很低，你先把工厂抵押给银行贷一笔款出来，
到时候我们再利用那笔资金运转。可是万一欲戴皇冠，必承其重，成功的过程需要风险。可我前阵子得罪了一个人，他处处压着我，现在他肯定也不会让银行贷款给我的。这一点你不用操心，我会解决。那人的领导是杨局长，恰好得了一种只有我才能治的病。之后，林瑶就直接来到了市委家属院，这才得知吴子玉还在医院治疗。完了，杨局长那样的身份肯定不会见我的。现在引荐的吴子玉也不在，怎么办呢？就在林瑶不知所措时，陆青云会意的走了过来。是你啊，小姑娘，我现在要去趟杨家，要是你没事的话，可以陪我去一趟吗？林瑶眼睛一亮，立马点了点头，跟着陆青云就来到了杨家。青云来了，这位是杨老夫人，你好，我是医生林瑶，今日贸然前来，是因为听闻杨老贵体抱恙，我能治好他的病，还望您能给我一个机会。此话一出，杨老太太就皱眉道：我家老头子的病连柳神医都治不好，你这个黄毛丫头能有什么办法？青云，你是从哪里找来的江湖骗子？为了救最好的朋友，他凭借一身医术想要医好杨领导，却被认为是江湖骗子。杨老夫人，我真的有办法，希望您能给我一次机会。林小姐，好意我心领了，还请离开吧。杨奶奶，要不你就让他试试。青云竟然也帮着小姑娘说话，难道她真有些本事？好吧，你们跟我上楼。林瑶跟着杨老太太上楼后，就听到了杨老爷子不断的咳嗽声。林瑶迅速上前，迅速的在他身上点了几下。老伴居然不咳嗽了，这段时间他哪怕是睡着也很快就会咳醒过来，看来这小姑娘还真有些本事。杨老，我需要先给您扎一下针，希望您能配合。谢谢你，小姑娘，你扎的。只见林瑶快准狠的就对着杨老爷子的穴位扎了下去。此时柳神医也急匆匆的赶了过来。糊涂啊，杨老爷子的病可不一般，一个小姑娘怎么可能？话音未落，他就看到林瑶的针法居然是太乙针。他怎么会的？与此同时，杨老爷子很快就感觉神清气爽起来。啊，我已经很久没有这么舒服过了。林瑶笑着就将针取了下来。前世我参加一个医学交流会时，一位老中医见我一见如故，就将这套针法传给了我，现在还真是派上用场了。姑娘，请问你师父是？抱歉，不便告知。杨老夫人，麻烦您拿一下纸笔给我。好好好。此时的杨老太太十分庆幸她没有把林瑶赶出去，林瑶也没有在意，直接将药方写了出来。杨老夫人，这方子您拿着，煎服，早晚各一顿。谢谢你啊，林小姐，还有我为之前的态度向你道歉，是我以貌取人了。没事，我理解您的心情。以后你有什么事尽管开口。林瑶很快就将赵坤的事说了出来，杨老爷子一听，当即就答应了下来。好，我帮你这个忙。这个林瑶还真是特别，我好像不由自主的就被吸引了。杨爷爷，要不这件事交给我吧，我来解决。那就麻烦你了。就在林瑶起身告辞时，陆青云却自告奋勇的要送她回家。我到了，今天谢谢你。小事，以后有事找我就行。林瑶点了点头，就离开了，却不知道此时躲在一旁的周宇却是极度的面目全非。该死，林瑶什么时候认识这么有钱的人了？看来我还是得早点把玉坠抢回来才行。到了晚上，周宇就悄悄地潜入了林瑶家。前世我在这里住了很久，得找点我需要的东西才行。谁在里面？此时林瑶也听到了动静，就走了进来。周宇吓得赶紧钻到了桌子下。咦，你还真傻，躲这儿就以为别人看不见了。但林瑶还是装作没看见的样子，她不动声色地走过去，正好踩到了周宇的手上。周宇痛得差点叫出了声来。不行，我得忍住，要是被林瑶发现我在这儿，她肯定不会放过我的。咦，没人吗？难道是我听错了？林瑶边说边加重了脚下的力道，走的时候还不小心打翻了桌上的一瓶紫药水，把趴在桌下的周宇浇得满脸都是。哎呀，我怎么这么不小心？算了，今天我好累，明天再打扫吧。林瑶说着就走出了医务室。此时的周宇却快要气疯了。现在我手也疼，脚也疼，这满身的紫药水还让人难闻的想吐。林瑶，你给我等着。林瑶看着周宇灰溜溜的离开，就再也抑制不住笑了出来。这几天你怕是不敢来了，毕竟那紫药水可不是那么好洗的，哈哈哈哈。另一边，周宇满身狼狈的回到顾家，正巧撞见了顾母。贵药。顾家人听到动静也走了出来，却被周宇的样子吓了一大跳。小雨，你怎么弄成了这样？我不小心打翻了紫药水。罢了，你先去洗个澡吧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想减肥的林瑶就沿着村子跑起了步来，却正巧遇见了出来跑步的顾庆安。怎么又是你？以后别白费心思了，引起我注意了，我和你永远不可能。顾庆安说完就越过林瑶跑开了。林瑶忍不住就翻了个白眼，他脑壳有病吧？
等林瑶运动完回了家，赵坤激动的就跑了过来。林瑶，备药监局扣下的那批药已经通过审核了，真是太感谢你了，这次多亏了你啊，我下午就去办理贷款业务。别这么客气，我们现在可是合作伙伴，以后这款药酒就是针对中老年人而研发的，我广告词都想好了，就是今年过节不收礼，收礼只收黄金酒。妙啊！我马上去办，把相关的药材原料都收集好。等赵坤走后没多久，天就下起了小雨来。前世的这段时间好像是连续强降雨，严重的地方还会出现洪涝，要是药材出问题了就不好了。林瑶正想追出去，就被林雪梅叫住了。瑶瑶，村口张大婶家的房子塌了，你跟我一起去看看吧。好，药材的事看来只能另找机会了。林瑶和林雪梅来到村口，就见张大婶家的院子外已经围了很多看热闹的人。上一世张大婶家的房子明明没有塌，难道是重生带来的蝴蝶效应？林瑶正想着，林雪梅就将受伤的张大叔扶了出来。老头子，你可不能有事啊！你要是有事，那我也活不下去了。张大婶，你先不要急，我们先去医务室再说。可悲伤中的张大婶压根不听劝，一把将林瑶推倒在了地上。只见地上的小石子瞬间就割破了林瑶的手掌心。瑶瑶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救人要紧。林瑶站起来就将掉出来的玉坠重新戴回了脖子上，却没注意到沾了她血的玉坠闪过了一丝白光，只是一块不起眼的玉坠，竟帮她治好了手上的伤，里面还有一片丰富的药田。就在她高兴的眉飞色舞时，母亲却急匆匆地拉着她来到了张家。她摔了一跤，早产，随时都有生命危险，就算救回来，孩子也有可能保不住，先保大吧。那怎么能行？要保也是保我孙子的命，我孙子可不能出事，不然我就要你给我孙子偿命。儿媳妇的命就不是命了吗？朝夕相处还不如一个没有出生的孩子吗？你懂什么？我孙子的命最金贵，王翠娥怎么可能跟我孙子相比呢？再说了，要不是他摔跤，我孙子怎么会早产？真是一个扫把星！当初我就说不能娶，果然是个……你闭嘴！人命关天，林瑶飞快地拿出银针，就往张家媳妇的身上扎去。瑶瑶居然会针灸！不多时，房间里就响起了婴儿响亮的啼哭声。张母连忙上前抱住了她。哎呦，还真是个大孙子，奶奶的宝贝哟！张母却看都不看那孕妇。此时张扬听到动静，再也忍不住跑进了房间。你进来干什么？快出去，别沾染了晦气！妈，你不要拦着我，让我看看翠娥。看什么看？她又没死，快出去！妈，翠娥是我媳妇，我不能不管她。你刚刚就不让我送她去医院，幸好2位医生保了他们母子平安，要不然我饶不了你。居然是张扬，前世张扬的媳妇也是大出血，却没喊我妈来，最后闹得一尸两命。而这张扬因为怨恨，半夜拿了菜刀就将张母给杀了，幸好今天没事啊。第二天，林瑶直接来到药厂，找赵坤说了药材的事。我朋友介绍了一位药材商给我，我们约好了后天见面，我们一起去吧。好。就在这时，机修工突然着急地跑了过来。厂长，新来的那批机器怎么都装不上？是不是零件发错了啊？赵坤赶紧带着林瑶走到了机器前。要不我来试试吧？你谁啊？一个黄毛小丫头，懂个屁！我们好不容易才将机器装成这样，可不要再弄坏了。说话注意点，她是林瑶，以后也是厂里的负责人。什么？她是厂里的负责人？就在众人震惊之时，林瑶直接上前组装起了机器。不多时，机器就运转了起来。卧槽，机器竟然真的运转起来了！你真的会安装，真是太厉害了。此时门突然被人从外面踢开，一个女人气冲冲地指着赵坤就骂道：好啊，赵坤你长本事了，竟然瞒着我在这里乱搞。钱丽丽，你别忘了我们已经离婚了，以后我的事跟你无关。直到我的厂快倒闭的时候，他不仅不帮我，还提出了离婚，现在却又舔着脸来，我算是看清他了。怎么无关了？你别忘了，我们还有一个儿子。听说赵坤厂里的危机已经解除了，而且还会增加一条新的生产线。现在看来还真是事实，我得想办法跟他复婚才行。儿子的抚养费我会按时给你的，至于其他你就不要想了。赵坤，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狗东西！我钱丽丽这些年为你吃苦受累，为你生儿育女，你却这样报答我，你怎么能如此狠心？我的命好苦啊！钱丽丽，你怎么好意思说这些的？婚后我把你当太后一般的供着，结果出了事，你跑得比谁都快，还马上就找了一个中年男人，让我以后不要再找你们，这都是你自己说的。你少跟我在这东拉西扯的，你明明是跟这个狐狸精勾搭上了，就不要我们母子了。你在胡说些什么？给我滚出去！呵呵，是被我说中了，恼羞成怒了。赵坤，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，你对得起我吗？今天我就好好教训你这个狐狸精！我的男人不是你可以交想的。钱丽丽说着就要打林瑶，却被林瑶反手推到了地上。哎呦，我的屁股啊！你们的事自己解决，
不要扯上我。对不起，我会解决好的。你疯够了没有？哎呦，我的命好苦啊！找亏你个没良心的！钱丽丽直接大声的哭了起来。林瑶不想理会他们，直接就走了出去。此时陆青云的车就停在了林瑶的身边。要回家吗？我送你。不用，上车吧，我有事要跟你说。好吧。我表弟已经出院了，他让我谢谢你，还有这是他给你的谢礼。不用，你已经回报过我了。那不一样，钱你收着。我不会收的。在两人推搡间，小刘突然一个急刹车，林瑶就摔进了陆青云的怀中。不好意思，刚刚有人横穿马路。不好意思。没事。对了，我明天要回部队了。啊，这么快？是啊，以后你去了京市，或者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，都可以打我的电话。说话间，陆青云的心里很是不舍，但林瑶却没有这种感觉，直接在村口下了车。我到了，谢谢你送我回来。此时的顾庆安看到这一幕，很是震惊。这是军用的便车，林瑶怎么会从这车上下来？他哪里会认识什么大人物？看到林瑶往这边走来，顾庆安直接拦住了他。林瑶，刚刚送你回来的人是谁？你是不是有了新目标，才愿意跟我退婚的？顾庆安，你脑子有病就去治，别在我面前发疯。还有，我跟你没有任何关系，以后麻烦你把我当陌生人。你什么态度？明明是我不要你的，你为什么一副是我被抛弃了的样子？顾庆安伸出手就抓住了林瑶，林瑶直接一个过肩摔，将他摔在了地上。卧槽，我的实力就算在部队也是数一数二的，我怎么可能被一个女人这么轻易就放倒了？垃圾！他本是部队里数一数二的大力士，却被一个小姑娘过肩摔在了地上。怎么可能？刚刚一定是我大意了，要是再来一次，被摔的人肯定是林瑶。一旁的周宇见状，连忙上前拦住了林瑶。好狗不挡道，林瑶，我是好心来告诉你，我要跟顾庆安结婚了。哦，那就祝你们标子配狗，天长地久。你我说错了吗？周宇想了想，就踉跄的后退2步，摔在了地上。我知道我不应该和顾大哥在一起，可是我喜欢他，你要打就打吧，只要你不怪顾大哥就好。跟我来这套，那我就不客气了呀。林瑶说着就上前，对着周宇用力的打了过去。你怎么不按常理出牌？林瑶，你在干什么？你摔我就算了，打小雨干什么？脸皮可真厚，打得我手都疼了。你为什么要打小雨？他哪里得罪你了？需要理由吗？林瑶说着又将顾庆安一个过肩摔在了地上。我竟然又被林瑶给过肩摔了。以后离我远点，不然我见你们一次就打你们一次，懂？林瑶，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子了？简直就是一个泼妇。泼妇？呵呵，看来我得坐实下这个称呼。怎么回事？林瑶不是爱惨了顾庆安吗？怎么会对他动手？林瑶还是林瑶吗？渣男贱女，呸！林瑶说着就走远了。周宇看着他离去的身影，眼里全是不甘。林瑶，我要让你身败名裂，让全村都知道你善妒，打我们打成了这样，我一定要让你一辈子都嫁不出去。当天晚上，林瑶就再次进入了空间。这里这么多药材，我可以做些减肥药，不仅没有副作用，还能强身健体，这样对我复读考大学也有帮助了。从空间出来后，林瑶睡了一晚，惊奇的发现自己的精神气特别好，连皮肤都白了不少。昨晚我还从空间带了一株500年人参出来，今天去华医堂看看。结果他刚进华医堂，就见上次买了他人参的老中医一脸愁容。是你啊，是不是又找到野山参？林瑶笑着就将人参拿了出来。我的天，品质太好了，起码在500年以上，10万怎么样？好，老中医当即就带他去银行转了钱。多谢杨老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老中医点了点头，立马就回去打电话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那位大人物。您好，我这里又收购到了1根人参，您看什么时候有时间来取？此时另一边接到电话的男子十分高兴，当即就恭敬地对着轮椅上的中年男人道：爸，刚刚杨老打来电话，说又找到了1根500年以上的人参。我叫你打听的是有消息吗？想当初父亲说只要我能立功，就同意让我将妻女接回身边，可当我终于成功时，他们却说我的妻女都去世了，我怎么也不敢相信这种结果。爸，还是没有消息，您真的不愿意再续弦了吗？我们也只是您收养的遗孤，毕竟没有亲生。你继续查，生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对了，明天我跟你一起去取人参，我的妻女也在那个地方，说不定会有线索。可是你的腿……中年男人的腿是几年前在战场上被炸伤的，这些年看了很多医生，都无法治愈。爸，医生说你的腿还不能移动，要不我先将人参拿回来，你吃了药时效果好，我下次再带你去云城。我这次就要去。去什么去？不知道自己的情况吗？他们已经死了，你为什么还这么执迷不悟？他们肯定没有死，况且要不是你，
我不会和他们分开。你这样自欺欺人有意思吗？我就不明白了，一个乡下女人能有什么魅力？真是气死我了！你要是敢去云城，我就跟你断绝父子关系。那对母女其实没死，我绝不能让他们出现。看来是时候让他们永远消失了。老人想着，就演戏的咳嗽了起来，晃晃悠悠的晕了过去。爸，爷爷，老爷子是怒火攻心，你们以后千万别让他生气，不然恐有性命之忧啊！哎，好吧，爸，我不去就是了，你不要生气。白发老人这才露出了满意的笑容。与此同时，另一边的林瑶刚到家，就见家门口围满了人。林雪梅，你到底是怎么教女儿的？竟然敢动手打我们家庆安！今天你必须给我一个说法，不然没完！我家瑶瑶不会无缘无故打人，除非那人该打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切，顾庆安难道没有见异思迁吗？他这样的行径跟陈氏没有什么差别，难道不应该被打吗？就是林瑶多好的姑娘，她竟然一回来就退婚，还带个女人回来。要是我，肯定也不会放过顾庆安这个负心汉，他该打。你慢！顾庆安自觉理亏，没有说话。可周宇哪里能忍？他正要发作之时，林瑶就挤了进来。哟，今天这么热闹呢？怎么了？我们今天就是来找你们要说法的，看把我儿子都摔成啥样了！要说法是吧？那顾大娘，这些年你仗着是我未来婆婆，没少在我这里要好处吧？我也不多算，每个月算你5块钱。怎么就5块钱了？哦，差点忘了你顾丽丽，你头上的发绳、脚上的鞋子，还有衣服，好像都是我买的吧？哦，还有顾大叔的烟，今天我也不多要，给个500块就算了。500？你怎么不去抢？不给是吧？也行，大不了我写个举报信去顾庆安的部队。卧槽，这顾家人也太不要脸了吧！人家还没嫁过来呢，要这么多东西。此时的顾庆安也是一脸震惊，他完全不知道这些事。此时的顾母却恼羞成怒，冲了过去。我打死你！你这个不要脸的玩意儿！难怪我儿子看不上你。她还没嫁过去，未来婆婆就霸占了她的东西，用她的钱吃喝玩乐，她不给，婆婆竟恼羞成怒的要打过去。我打死你！妈，让我来，那些东西都是你自愿给的，是你自己捡，喜欢倒贴，你凭什么要回去？顾丽丽气得不行，当即就挥着拳头冲了过去。林瑶反手就对着她的脸打了几巴掌。前世我刚刚小产，顾丽丽就逼着我去河边给她洗衣服，害得我落下了一身病。现在你送上门来，只给你几巴掌，真是便宜你了。林瑶，你够了，不就用了你500块钱吗？我给你。林瑶这才满意的伸出了手来，拿来吧你，正好当着全村人的面了结了这件事。顾庆安直接将存折递到了林瑶面前，这存折里有700块。等等，庆安，你不能给他。哥，那些都是他自己愿意给我们的，你不能给他。况且这么多钱够我们买很多东西了，怎么能给林瑶呢？哼，林瑶你这个贱人，等着吧，你很快就得医不了了。多出的200，等我拿到了钱再还给你。不用了，多出的200是我补偿你的。我不需要，你们可以滚了。顾母哪里肯走，只见她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大声嚎哭起来。你这个杀千刀的不要脸的玩意儿，赶紧把钱还给我，不然我今天就撞死在你家门前。哎呦，我好怕哦，你死不死的关我屁事啊。妈，我今天买了很多菜，走，我们晚上好好吃一顿。此时的周宇瞄了一眼外面，心中很是着急，怎么还不来啊？就在这时，一个5大3粗的混混终于挤了进来，看着林瑶道：瑶瑶，我来了，你不要怕。林瑶一眼就认出这是隔壁村的混混，整天游手好闲，坏事做尽。前世周宇就设计诬陷我和这个男人有染，没想到这一世周宇竟然又使出了同样的手段。叫什么瑶瑶？我和你认识吗？林瑶的眼神很是凌厉，让混混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战。他娘的，我怎么怕起一个小姑娘来了？周宇可是承诺了我整整50块钱，不能怂啊！混混鼓起勇气，就将一块手绢拿了出来。瑶瑶，我知道你害羞，可我们毕竟是两情相悦的呀。你看，这是你给我的定情信物，我一直都带在身上。你确定这块手绢是我的？当然是你的，除了你，我没有别人。混混一副深情的样子，让林瑶忍不住笑了起来。只见他飞快地给了混混一个利落的过肩摔。再说一遍，这手绢是谁的？要是不说实话，我就报警说你诋毁破坏我的名声。还有那周家媳妇儿。别，这手绢是我捡的，我跟你没关系。混混也不敢供出周宇，因为周宇也知道他和周家媳妇偷情的事，要是被人发现，他肯定会被打死。不说实话是吗？看来你还想跟大帝来个亲密负距离接触啊！混混再也不想体验这种疼痛，立马指着周宇道：别，其实是他指使我这么做的，他说这样就会给我50块钱。该死，没用的东西！没想到这一世的林瑶这么难对付。此时顾庆安一脸怀疑地看着周宇，周宇立马就红了眼眶，一副无助的模样。
道：不是我刚才来村子没几天，怎么可能认识这个人？肯定是灵瑶妒忌我和你要结婚了，想拆散我吗？就自导自演了这场戏。别哭，我相信你。想不到你这么卑鄙，为了拆散我和小雨，连这种卑劣的手段都能使出来。听到顾庆安的话，周宇心中一喜，就偷偷对着灵瑶投去了一个得意的笑容。你看，无论我做了什么，顾庆安总是向着我的。此时的灵瑶非常的无语，对你使手段，也不想想你配吗？灵瑶，钱我已经给你了，以后谁也不欠谁，你最好离我和小雨远一点。谁稀罕你这个眼盲心瞎的渣男！现在给我滚出去，别在这里恶心我！顾庆安咬了咬牙，就拉着周宇还有顾母走了出去。此时村民们见没有热闹可看了，也纷纷散开。瑶瑶，这混混怎么办？嘿嘿，他呀，当然是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。与此同时，周宇端着一脸盆的衣服就来到了河边。明天一早我就要跟着顾庆安去部队，就没有机会拿到玉坠了。要是成不了千金大小姐，我该怎么办啊？该死的，现在灵瑶怎么这么厉害？周宇烦躁得很，却没注意到身后的混混一把凑过来，将他拖到了小树林里。放开我！你想干什么？我可是军嫂，你要是敢对我做什么，我就让你去坐牢。嘿嘿，你说我把你带到这里来干什么？周宇害怕的不断往后退。不行，前世我算计过灵瑶，由此知道了顾庆安非常看重名节，要是我被混混夺走了清白，他就不会要我了。前世周宇为了让顾庆安和灵瑶离婚，就出钱找了个男人，让他躺在灵瑶的身边。顾庆安看到这一幕，怒不可遏的就提交了离婚申请。想到这，周宇慌乱的就将钱拿了出来。这样吧，我给你钱，只要你放过我。嗨，别急，钱我要，但还是等我做完事才会放你走的。钱你都收了，你还要做什么？混混晃了晃手中的照相机，道：放心，我不会碰你的，只是给你拍一些照。灵瑶承诺了你什么？我出10倍。混混却摇了摇头，其实他也不想听灵瑶的，可灵瑶也不知道给他吃了什么，让他的胸口每隔10分钟就会传来一阵剧痛。灵瑶真是太可怕了，都怪你，要不是你，我怎么可能惹到他？周宇害怕极了，转身就要跑，却一把被混混抓了回来。你要是不乖乖听话，就不只是拍照这么简单了哦。1刻钟后，混混拿着相机就满意的离开了小树林，而周宇却衣衫不整的躺在地上。灵瑶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从活疑似的他开设药厂赚钱，却没想到合伙伙伴的表弟竟用发霉的药材以次充好，导致他们第一批药酒全都被销毁。赵军，我待你这么好，你怎么这样？是不是有谁威胁你，或者只是你做的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赵坤很是失望，阴沉着脸就将一叠资料摔了出来。这是证据，你还不想认吗？这几年你竟然瞒着我，挪用了厂里这么多资金。既然你都知道了，那我也不装了。但我爸可是你的亲叔叔，你也是我哥，用你点钱怎么了？呵呵，给你2个选择，要么还钱，要么去派出所。你说什么？我可是你亲堂弟啊！你暗地里挪用公款的时候，怎么不说我们是亲的了？你现在已经是成年人了，犯了错就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赵坤说着就毫不犹豫地走向了电话，却没注意到身后的赵军拿着美工刀就冲了过来。你既然不让我好过，那你也别想好过，去死吧！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林瑶眼疾手快的就抓住了赵军的手臂。赵坤反应了过来，直接一拳砸在了赵军的脸上。我已经报警了，赵军你好自为之吧。完了，我完了啊！很快，叔叔就来就将赵军带走了。这时赵坤就愧疚地望着林瑶道：对不起啊，我差点又酿成了大错，药酒也被我弄砸了。不能怪你，供药商我重新联系好了。走，我们去华医堂见见杨老。于是林瑶就将赵坤带到了华医堂，杨老立马将地黄全部拿了出来。你来了，这是你要的地黄，满意的话你都拿走。林瑶虽然只是一个乡下姑娘，但她绝不简单，我定要把她巴结好了。这批药材品质很不错，杨老这些我们就先拿走了，还有后续的药材也麻烦您多费心。这时季元明也正好拿走了那株人参往外走，林瑶看着他觉得很是眼熟。杨老，我走了啊，以后要是还有人参，记得跟我说。2天后，季元明回到京市，立即就将人参沏了泡茶给季延廷喝。爸，您先喝点参茶吧。回来了，怎么样？有没有他们的消息？没有，不过我已经让电视台发布了寻人启事。季元明深深叹了口气，就喝了口茶，随后惊奇地发现他许久都没有感觉的腿竟然疼了起来。快打电话给医生。医生来得很快，经过一番检查，他满脸都是不可思议的神色。季首长的腿竟然有了好转，你们是不是给季首长吃了什么药？我只是给我爸喝了人参泡的茶。卧槽，这人参可是500年以上的，而且生长环境很不一般，你从哪里买来的？云城的华医堂。医生暗暗记下，
只能依依不舍地将人参还给了季渊明。之后你每天都要泡茶给季首长喝，说不定他的腿会好起来。好。之后林瑶和赵坤准备好药酒，就将送礼只送药酒的广告词进行四处推广，于是药酒也变成了家喻户晓都要买的东西。与此同时，林瑶也准备好了一切手续，踏入了高中的学堂。我终于又回来了。哟，这不是林瑶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说话的正是江柔的妹妹江柔。前世江柔经常霸凌她，不仅说她是野种，还故意打翻她的饭盒不让她吃饭，将她的脑袋按在水池里各种欺负。想到这，林瑶就很是凶狠地朝着江蓉走了过去。你干什么？我告诉你。话还没说完，林瑶就掠过她走了出去。自作多情，我不过是早上粥喝多了，想上厕所而已。呼，幸好，不对，我怕他做什么呀？等林瑶上完厕所回到教室，竟然发现自己书包里的东西都散了一地，本子也都被撕碎了。谁干的？众人都被林瑶的眼神给吓到了，但都是看好戏的神色，只有江蓉有些心虚。是你干的？没证据的事你可不要瞎说，我才懒得碰你那破书包。切，是我干的又怎么样？我就不信林瑶敢当着全班人的面打我，只要他敢动手，我立马让我舅舅打电话给校长，开除林瑶。让我猜猜，你是在想你家有权有势的亲戚吧？不过我劝你还是看看自己的手吧。江蓉一抬起手，就见手背上起了很多小红疹。我的手怎么会变成这样？你对我做了什么？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又没碰你。与此同时，老师也走了进来。同学们好，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。此时的江蓉完全听不清老师在说什么，只感觉浑身越来越痒，尤其是脸，她使劲地挠着都不得劲。此时江蓉的同桌顿时被吓了一大跳。江蓉，你的脸全是红疹，密密麻麻的，好吓人啊！老师，我过敏了，浑身都痒，快救救我！那你快去医务室看看吧。好，不对，林瑶，是不是你做的？什么我做的？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林瑶，你不要装傻，我知道就是你做的，你快把解药给我，不然我要你好看。江蓉，你是不是武侠片看多了？什么解药不解药的？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。江蓉，这次只是一个小教训，最多1个星期，你的红疹就没了。要是再惹我，呵呵，就不是红疹这么简单了。然而跋扈的江蓉却还威胁道：林瑶，信不信我让你上不了学？我舅舅可是教育局的，只要他一句话，你立马就会滚蛋。请便。前世江蓉的舅舅可没有什么好下场，因为贪污被人举报，蹲了局子。要是惹恼了我，我不介意让这事提前发生。好，林瑶，你给我等着。前世她被婆家 PUA， 竟放弃大好的读书机会，只在家相夫教子，最终死于非命。如今她重活一世，好不容易有了入学的机会，却在摸底考试时被嚣张跋扈的大小姐诬陷作弊。徐老师，林瑶她作弊，我看到她脚边有小纸条，是她刚刚掉下来的。呵呵，前几天她放下狠话说要报复我，原来是在这里使绊子呢。此时监考老师见地上真的有张小纸条，便冷脸道：凌瑶，你竟然敢作弊，这次的考试成绩作废，你去外面站着吧。凌瑶也不多辩驳，就走了出去。此时江蓉也得意了起来，哼，凌瑶，你斗不过我的。考试结束后，老师就带着凌瑶来到了校长办公室。可惜了这么好的一个苗子，什么人不得罪，偏偏去得罪江蓉。不知道他舅舅是教育局的领导吗？真是自毁前途。凌瑶，你考试作弊，情节严重，我和教导主任一致决定将你开除学籍。你有什么话要说吗？切，校长，这事是徐立海吩咐的吧？校长心中微微一惊，他怎么会知道？此时凌瑶继续道：校长，我听说龙腾药业要捐赠给学校一座图书馆吧？那你到底是打算站在徐立海那边，还是想要图书馆呢？你怎么会知道这事？行了，别在我面前故弄玄虚，你作弊了就得受到惩罚。现在你被开除了。好，我知道你的选择了，我现在就离开学校，希望你不要后悔。林瑶说完就走了出去。李元见状愤怒地拍了一下桌子，一个学生架子还挺大，我才不会被你一个小渣渣拿捏呢。就在这时，校长办公室的电话就响了起来。李校长，我是赵坤。赵厂长啊，您好您好。赵坤的龙腾药业现在可牛逼了，他之前还说要给我们捐图书馆，我必须得跟他打好关系啊。李校长，我之前跟你说的捐赠图书馆的事，可能要过一段时间，你先不要宣布，等确定好了时间，我再通知你。好，没问题，反正只要发生在我没退休之前，那就是我的功绩啊。这边李元刚挂断了电话，教导主任就急匆匆地走了进来。校长，都好了，我刚刚得到消息，龙腾药业要给隔壁的二中捐图书馆。什么？这不可能！赵坤刚答应给我们学校捐的，怎么捐给二中了？此事千真万确，二中已经宣布了这个消息，有记者已经去二中采访了，龙腾药业的赵厂长也去二中了。李元脸色一变，飞快的就跑向二中，就见操场上的赵坤正和二中的校长已经签好了捐赠协议。李元慌得不行，立马就将赵坤请到了一处没人的地方。赵厂长啊，
您之前不是说要捐给我们一中图书馆的吗？怎么突然就变卦了呢？哈哈，这是我们董事长的意思。您身后竟然还有人，那我能见见你们董事长吗？好吧，我安排一下。第二天，李媛就约了赵坤在国营饭店见面。可当他激动地来到包厢时，却发现里面坐着的是林瑶，他的脸色顿时就冷了下来。怎么是你？我告诉你，你找我也没用，你已经被开除了。难道不是你想见我吗？呵呵，我见你干什么？你现在给我出去！哎，好吧。林瑶无所谓地摊了摊手，就走了出去。此时赵坤恰好走了进来。您这是？哎呀，有人不欢迎我，赶我离开呗。赵坤一听就火了。李校长，不是你要见我们董事长吗？现在人来了，你却要将人赶走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听到这话的李媛如遭雷击，他不敢置信地指着林瑶道：你是说他是龙腾药业的董事长？不然呢？我的天，怪不得昨天的图书馆捐给了二中。林瑶，不，林董事长，我错了，你回一中吧，我让江荣给你道歉。回一中？呵呵，怎么可能？赵坤，这里你处理吧。林董事长，你别走啊！李媛想去追林瑶，却被赵坤拦住了。李校长，捐赠图书馆的事就到这里吧，以后也没有联系的必要了，我还有事先走了。看着赵坤也离开，李媛只能无力地坐在椅子上，懊悔地打了自己一巴掌。哎，我都干了些什么呀？半晌后，李媛有气无力地走出国营饭店，就看到人手一张报纸，在讨论徐立海。等等，你们说徐立海怎么了？徐立海被抓了，你没看报纸吗？李媛脸色一变，他立马抢过对方手中的报纸，看了起来。徐立海贪污受贿，徇私枉法。李媛还没读完，就怒火冲心，眼睛一翻晕了过去。与此同时，江荣一家也得到了这个消息，江母立马急匆匆地来局子里找徐立海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好端端的，你怎么就被抓了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明明那些秘密我都藏得好好的，可举报我的那人证据确凿，我想赖都赖不了。哦，对了，对方说我之所以落到这样的下场，都是江荣害的，他究竟得罪了谁啊？不可能吧，这2天蓉蓉就教训了一个乡下人，而且对方连父亲都没有。哼，反正这是跟你女儿有关系，让她去找那个女同学道歉。你自己做的那些事你自己不知道吗？别把责任推到我们蓉蓉身上，你要是没做，别人再有本事也抓不住你的把柄。你给我滚，我不想再见到你，早知道就不该帮江荣这个忙。第二天，林瑶就将学籍转到了2中，开启了新学期生活。同学你好，你旁边有人坐吗？你要坐在这里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话音刚落，就有烂好人提醒道：新同学，你怎么敢坐这里的？李玲的爸爸可是杀人犯。林瑶闻言，却义无反顾地坐了下来。你没听到吗？我爸是杀人犯，你确定真的要跟我坐在一起？呵呵，就因为我爸爸杀过人，所有人都看不起我，逼我如蛇蝎。明明我什么也没做过，我一定要认真读书，考上大学，带弟弟妹妹还有妈妈离开这个地方。此时林瑶很是心疼地看着李玲，温柔道：我确定坐在这里，犯错的又不是你。你还是第一次有人跟我这么说，谢谢你。很快就到了放学的时候，但李玲刚出校门就被几个混混拉到了黑胡同里。你们想干什么？嘿嘿，把你身上的钱都交出来，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。这个高中生也太惨了，父亲进了局子，只留下重病卧床的母亲和年幼的妹妹，他只能每晚放学后去刷盘子。可他刚发工资，却被一群小混混拦住，还打了他一巴掌。我求求你们放过我吧，我没钱，我还得给我妈妈买药。你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，信不信我？住手！2个混混诧异的转头望去，见只是一个胖胖的小姑娘，就不屑的撇了撇嘴。小胖子，劝你还是不要多管闲事，现在滚还来得及。凌瑶，你快走吧，不要管我。林瑶笑了笑，不退反进，只是几秒钟功夫，就将所有的混混打趴了。哎呦喂，姑奶奶，我错了，放过我们吧！还不赶紧滚！混混们立马连滚带爬的跑了。李玲的眼神中这才亮起了一道光。凌瑶，你真厉害，谢谢你，我以后一定会报答你的。李玲说完就跑远了。可接下来1个星期，林瑶去上学都没有看到她。这天赵坤就将她喊到了国营饭店来。你好，请问您要点什么菜？李玲。李玲看到是林瑶，也有些慌乱，立马就跑开了，却没想到跟一个中年妇女撞在了一起。哎呦，你怎么走路的？真是痛死我了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去叫你们主任过来！求求你不要找我们主任，我跟你道歉，对不起，这可是我好不容易得来的工作。这时林瑶也从楼上跟了下来。他已经跟你道歉了，你还要怎么样？你看看他把我衣服都弄脏了，不该赔我钱吗？林瑶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，见那里果然有一小块油渍，但若是不拿放大镜细看，根本不会注意到。李玲自然也看到了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帮你洗掉。这可是真丝的，洗坏了你赔得起吗？这样吧，我这衣服是百货商店花了100多买的，你赔50就行。李玲吓得脸色一变，脚步踉跄了一下，差点摔倒。我干1个月才30块钱，哪来50块赔给他啊？我能不能先欠着，等发了工资再还给你？呵呵，
要么赔钱，要么找你们主任过来。求求你，林瑶直接将50块钱拿了出来，中年妇女这才拿着钱离开了。林瑶，我不能拿你的钱的，我马上去追他，还给你。好了，就给他吧。这时赵坤也赶了过来，好奇道：林瑶，你怎么不去包厢等我？我正好遇到了同学，和他聊了几句。李玲，那你先忙，我和朋友上去了。李玲连忙点了点头。与此同时，2楼的包厢里，那个中年妇女异常高兴的道：这次要是我们能和赵厂长谈成合作，以后我们包装厂的效益就不用愁了，是咱们天大的幸运啊！可不是嘛，现在龙腾药业的药酒可火了，要是能和他们长期合作，我们厂以后肯定也能成为云城的龙头企业。中年妇女拿起茶杯，笑着举起来道：干杯，祝我们厂前程似锦，财源滚滚。这时林瑶也跟着赵坤来到了2楼包厢，两人连忙起身笑脸相迎。哎呦，赵厂长，咦，您身后这位他怎么跟上来了？不会是来要那50块钱的吧？不行，我敲诈这个小胖子的事可不能让赵厂长知道。想到这，中年妇女急了，连忙走向林瑶，小声道：小姑娘，你是找我的吧？要不我们出去说。你们认识吗？林瑶也很意外，戏谑的道：刚刚在楼下见过。你们认识啊？她是我妹妹，怎么了？林瑶不想让人知道她才是龙腾药业的主事人，所以他们之前就约好了，在外一律以兄妹相称。中年妇女听到这话，眼睛一黑，差点晕了过去，连忙将50块钱拿了出来。那个刚刚都是误会，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。那个什么，这钱还给你，刚刚真是对不起。这是发生什么事了？林瑶将钱拿过来，就将刚刚发生的事简单说了遍。赵坤一听脸色就变了，严肃道：既然这样，那就没有合作的必要了，今天就到这吧。哎呦，赵厂长，真的是误会，我们不知道她是您妹妹，不然就是给我们10个胆，我们也不敢啊。您能不能原谅我们这一次？就这一次机会，你们人品不行，一律拉入黑名单，永不合作。赵坤说完就要带着林瑶走，中年妇女立马上前拦住：赵厂长，您别走啊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跟赵小姐道歉，只要您能原谅我们，您尽管提条件。然而林瑶看都不想看他一眼，径直来到了1楼，就见李玲一副受了委屈的样子，在哭。你怎么了？是不是被骂了？李玲连忙摇了摇头。中年妇女见此情况，立马上前又拿了50块钱出来道：小姑娘，刚刚都是我的错，这钱算是我赔给你的，希望你能够原谅我。怎么回事？他的态度怎么转变的这么快？林瑶不想搭理他，就拉着李玲走到了另外一边。钱他已经还给我了，我是想问你，你怎么不来读书了？你成绩那么好，还想不想考大学了？我当然想，可重病的妈妈和年幼的妹妹还等着我拿钱回去呢。李玲犹豫了半天，才摇摇头道：我不想继续上学了。这是你真实的想法吗？你好好想想再说，因为现在有个机会能让你一边工作一边继续上学呢。此话一出，李玲眼睛一亮，随即又暗了下来。不行，我已经欠林瑶太多了，绝不能再麻烦她了。见此情形，林瑶也不再劝，将那50块钱交给李玲就离开了。与此同时，林瑶回到药厂，就看起了其他包装厂的资料，就选这家规模最小的工厂吧。赵坤接过资料看了一下，就惊讶道：这家是我最先淘汰的，规模小不说，才成立半年，会不会有风险啊？就选他们，这家包装厂的老板可是蒋建飞，前世他可是将这厂发展成了国内最大的包装厂，这笔生意肯定稳赚不赔。赵坤虽然疑惑，但还是按照林瑶的意思给对方打去了电话。另一边的蒋建飞听到这个消息很是疑惑：赵厂长怎么会选我们工厂？这是我们董事长的意思，他觉得你们工厂很有前景，要不我们下个星期天见一面吧？好。这边蒋建飞刚挂断电话，陆青云也将电话打了过来。陆哥，你怎么想到给我打电话了？我15岁时家中突遭变故，幸好有陆哥帮忙，这辈子我一定要好好报答陆哥。我想让你帮我照顾林瑶，她现在在云城，我有点不太放心。蒋建飞惊的下巴直接砸在了桌上。我没听错吧？陆哥竟然叫我照顾一个姑娘，看来这林瑶肯定是一个美若天仙的女子，能让我陆哥这么在乎她。最相爱的夫妻竟被算计分离两地，如今妻子好不容易带着女儿安定下来，却被老爷子威胁着搬家。此时另一边的丈夫丝毫不知道此事，还有老爷子安排的第三者来横插一脚。首长，老爷给您安排的未婚妻朱小姐来了。不见如今我的腿已经全好了，我要去找雪梅他们。没想到朱玉华却强行冲了进来。延廷哥，您的腿既然好了，我给你带了我亲手做的糕点，你尝尝。朱小姐，我们没有这么说，请叫我季同志。可是我是你的未婚妻，季延廷，你为什么这么对我？我到底哪里不好了？然而季延廷理都不理他，直接走进了屋里。而此时周瑜也从不远处走了过来。呵呵，您是不是很不甘心？我可以帮你。就你是谁？
你有这个资格吗？不试试怎么知道？我知道季言婷有个女儿，跟我的年纪差不多大，只要你将我以季家女儿的身份送回到季家，我就能帮你。你确定季言婷能认你？她可不是一个随意就能糊弄的人。这你放心，只要你将我送去季家，我就有办法。前世我冒充了林瑶那么多年，季言婷都没发现是假的，这一世我同样也能做到，将林瑶踩在脚下。我要知道你的所有计划，还有季老爷子可并不喜欢他的那个孙女。我自然知道，你只需要……周瑜很快就将自己的计划说了出来。当天晚上，季言婷刚准备睡觉，季渊明就激动地跑了进来。爸，妹妹有消息了。你是说真的女儿没死？那雪梅是不是也还在世上？季渊明点了下头，就将玉坠拿了出来。今天我在街上救了个姑娘，这东西就是她为了报救命之恩硬塞给我的，我看着很是眼熟，这才想起来您给我看过这玉坠。对，就是这玉坠，老天有眼啊！我终于找到自己的女儿了，快，我们去找她。与此同时，周宇在出租屋十分的高兴。顾清安那边我跟他说我还不想结婚，就让他给我1年时间，我正好用这时间来认亲。现在这会儿，季元明应该把玉坠给季言婷了吧？周宇今天是故意让季元明救他的。前世他带了那块玉坠那么多年，自然知道玉坠的样子，所以他特意找师傅定做了块一模一样的玉坠。等明天朱玉华带我回到季家，我就是季家的大小姐了，哈哈！林瑶，你重生了又如何？上辈子你斗不过我，这辈子你依然斗不过我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朱玉华带着周宇来到了季家。他怎么又来了？跟他说我没空，让他滚回去。可朱小姐说她找到您的女儿了。什么？快让她进来！季老，言婷哥，她是周宇，是你在乡下的女儿。爸爸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第一眼看到这女孩就不怎么喜欢。你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你是我的女儿？此时周宇也很是意外，季言婷不是个残废吗？怎么这辈子能站起来？不管了，先住下来再说。我妈妈叫林雪梅，是村医，可她前几年生病死了，她在死前将玉坠交给了我，让我来京市找你。什么？你妈妈她生的是什么病？肺痨。季言婷一定会信我的。听到这话的季老爷子却微微眯了眯眼。明明我派去的手下说林雪梅没有死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问你，你妈妈的左手臂是不是有一颗红痣？周宇一下就愣住了。我哪里知道那个死老太婆左手臂有没有痣啊？我又不是她女儿。算了，先湖州过去吧。爸，你是不是不愿意认我啊？那我走就是了。朱玉华闻言连忙拉住周宇。言婷哥，我查过了，小雨她真的是你的女儿，她现在在京市举目无亲，你要是不肯认她，你让她去哪里啊？小雨，你不要误会，爸爸只是没想到你会来，我这是太惊喜了。哦对，现在我就让人给你安排住的地方。谢谢爸爸，这次多亏了朱阿姨我才能找到您，您一定要好好谢谢朱阿姨。这是自然。言婷的语气从来没有这么温柔过，看来这周宇还是有点用处的嘛。这是我应该做的。行了，赶紧帮小雨安排好房间，我还有点事，去书房处理下。季老爷子连忙也跟着来到了书房。言婷，那个周瑜肯定是个冒牌货，你千万不能这么草率呀！我是不喜欢那对母女，可也绝不会任人冒充季家的子孙。你怎么知道？反正她不像是我们家的种，你把她给我赶出去，不然我亲自赶。可我觉得她就是我的女儿，你要是动她，我就带着她搬出去。你是啊，我现在还没有证据，总不能将那对母女找来吧？爸，你还站在这里干什么？没事就出去吧，我还有事要忙。哼，你真是气死我了，你别后悔。看来我猜的没错，老爷子肯定知道些什么，或许用不了多久，我就真的能见到他们了。另一边，周宇就被佣人带着来到了2楼的一间佣人房里。你是不是带错地方了？这让我怎么住啊？前世我回到季家后，住的可是采光最好的公主房。这是老爷吩咐的，老爷还吩咐以后大小姐的事要大小姐自己做，包括买菜做饭、洗衣服。这怎么可能？我要去找爸爸。前世周宇竟偷了救命恩人的信物，还嘎了他的母亲，只为霸占他的身世，与他那权势滔天的父亲相认，逍遥一生。如今周宇重活一世，却没偷到信物，他只能不甘心地伪造了一份信物去认亲。只是这次父亲似乎没将他放在心上。这是老爷吩咐的，老爷还吩咐以后大小姐的事要大小姐自己做，包括买菜做饭、洗衣服。你滚开，我要去找我爸。怎么这么没有规矩？爸，佣人他欺负我，他竟然把我带去了佣人房，还说以后我的事都要自己做，说这些都是爷爷吩咐的。既然是你爷爷吩咐的，那你照做就是。为什么？我可是您的女儿啊！前世他就如珠如宝的将我捧在了手心，给我的全是最好的，为什么现在这么冷漠？
关于你的身份，我还没确定。你二哥说现在国外有项技术叫 DNA 亲子鉴定，等进行了这一步，我自然会将所有最好的都给你，你先忍忍。卧槽，做 DNA 亲子鉴定，那我岂不是露馅了吗？这可怎么办？我可不想失去这一切。怎么不说话了？没事，我先出去了，您早点休息。说完，周宇就神不守舍地回到了房间。为什么这一世很多事情都发生了改变？难道是因为我重生造成的蝴蝶效应？不行，我绝不能这样坐以待毙。周宇说着，就悄悄地来到客厅，打了个电话出去。第二天，周宇一出房间，就见季延平正在餐厅吃早饭。爸，赵妈，给我拿一副碗筷，我也要吃。可赵妈却没有回应周宇。此时，季老爷子就拄着拐杖走了过来。该死的，又是这个冒牌货！偏偏我现在没办法证明，真是愁死我了。赵妈，还不快给大小姐拿一副碗筷过来？好的。等赵妈拿来碗筷后，季延平就一脸宠溺地给周宇夹菜。小雨，你尝尝这个，很好吃的哟。你对他这么好干什么？他就是个冒牌货。爸，我心里有数，你不要管。小雨啊，你别听爷爷瞎说，你就是爸爸的女儿。等一下，爸爸拿些钱给你，你去商场买些衣服和鞋子。这季延平怎么变脸比翻书还快？刚刚还对我爱答不理，怎么一下子又对我这么好了？不管了，反正是好事。好的，谢谢爸爸。跟爸爸客气什么？以后这家里的东西都是你的，还有爸爸的那些财产，等找个时间爸爸都转给你。爸爸，您真好。你真是个糊涂蛋，气死我了！我不吃了。季老爷子一走，季延平立马对赵妈使了个眼色。你干什么？我还没吃呢。爸，你看他啊。小雨，你先忍忍，等确定了你的身份，自然会给你最好的。该死的，季延平竟然是在利用我！不行，我绝不能急。我已经和朱玉华商量好了，只待今晚的计划成功了。一直等到晚上，周宇就向着厨房走去。赵妈，我来帮你吧。我这里不用你帮忙。周宇气得不行，目光却落在了不远处的汤上。随后，吃过晚饭的季延平突然头晕目眩起来，身体里还有燥热的感觉。首长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扶我去书房。中招了，季延平，别怪我，这都是你逼我的。与此同时，季延平躺在床上，迷迷糊糊的就看到朱玉华走了进来。延平哥，嘿嘿嘿，你终于是我的了。第二天一早，看来朱玉华是成功了。想到这，周宇就快步向着季延平的房间跑去。那不是朱小姐吗？怎么会在季家？谁知道呢？不过看来这次是不娶也得娶了。周宇激动地挤开人群，却见朱玉华裹着被子在哭，而他旁边站着的只是一个负责打理花园的园丁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季延平怎么会从外面走进来？首长，我昨天收拾完正要回去睡觉，朱小姐却硬拉着我来到了您的房间，对我又开又骂，我一时把持不住才会和朱小姐。你胡说，我没有。我记得我昨天刚准备扑倒季延平，就被人打晕了，醒来怎么会成了这副样子？偏偏我有苦说不出。那朱小姐，请解释下，你怎么会在我的家里？我……这时季老爷子也走了过来。玉华，你，去打电话给朱老爷子，让他来领人吧。不要，延平哥，你相信我，我喜欢的人是你啊！我是被人设计的，设计我的人是周宇，是他约我来季家的。不是我没有，不是我做的。小雨，不要害怕，我当然相信你了。哼，你这个混账东西，都这样了你还护着他，今天必须将他赶出我们季家。她是我女儿，我不可能将她赶走。你女儿叫灵瑶，不是这个冒牌货。原来季老爷子知道灵瑶的存在，怪不得一直不承认我。终于有信息了，我就知道我的女儿没有死。你是故意的。季老爷子一时承受不住，就晕了过去。老爷子太激动了，送他回去休息，顺便叫王医生来一趟。是。说吧，你究竟是谁？为什么要冒充我女儿？我女儿现在在哪里？周宇十分慌乱，也不知道该怎么说，就直接装晕了过去。呵呵，将他送回房间关起来，谁也不准给他送饭送水。他怎么这么可怕？不行，我必须得想办法逃离这里。不知廉耻的他竟下药想跟领导共度一夜，可谁知第二天醒来，旁边躺着的却只是一个又老又丑的园丁。你这是自作自受。走，我们去找周宇算账。另一边，周宇正在房间里焦急地走来走去，必须得离开这里，不然我肯定没什么好下场。想到这，周宇一咬牙就从窗边跳了下去。啊，好疼！都怪灵瑶，要不是她不把玉坠给我，我怎么可能落到如此田地？周宇忍着痛，一瘸一拐就走向了花园里的那个狗洞。与此同时，季延平也才发现房间里竟然空无一人。去找，千万不要让他跑了，找到他，我才能找到我女儿。另一边，周宇从狗洞里爬出来，
就连忙找到了军区里的顾庆安。季言婷绝对不会想到，我躲在军区家属院里。小雨，你怎么受伤了？这么狼狈。我遇到坏人了，我好害怕。庆安，我不要住在那边了。别怕，有我呢。你先跟我去我的宿舍，我给你上药。庆安，你真好。随后，季言婷派出去的人找了2天，果然一无所获。什么？看来我是小看了那个周宇，竟然连我们的人都找不到他。女儿，你到底在哪里啊？与此同时，林瑶搬家后的日子过得十分惬意，不仅变白了，连身材也变得很是苗条。这一天，她在回去的路上，竟然看到了陆青云。陆青云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你认识我吗？我是林瑶啊。林瑶，好久不见啊！没想到你变化竟然这么大。就在这时，一道黑影竟拿着瓶饮料就泼了过来，陆青云急得连忙将林瑶揽入了怀中。糟了，是硫酸！陆大哥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别怕，你不用担心。小刘这时也听到动静跑了过来，团长，快将他送去派出所。此时林瑶也顾不上什么名声和清白了，直接就将陆青云带回了家中。陆大哥，对不起啊，都是因为我，你才会受的伤。没事，瑶瑶，你还是在意我的是不是？可我为什么总是走不到你内心里？而且这么久了，你居然一封信都没写给我过。我没有，爱情这东西，我再也不想碰了。前世我因为爱顾庆安，伤得遍体鳞伤，这一世我只想一个人过得好好的。想到这，林瑶就将几瓶药递给了陆青云。这是烫伤药，你每天早中晚各涂1次，时间也不早了，赶紧回去吧。陆青云看见已经办好事回来的小刘，只好点了点头。那你早点休息。查的怎么样了？是江家的江柔指使的，江荣的舅舅被人举报进了里面，江家人怀疑这是和林瑶同志有关，就出钱叫人来对付林瑶。竟然敢动林瑶，那么江家可以消失了。另一边，江柔和江荣正在客厅里等着电话。姐姐，那个人真的能对付得了林瑶吗？我总觉得现在的林瑶似乎有点不一样了。你担心什么？她不过是个没背景的乡下丫头罢了。可是，行了，一只蝼蚁罢了，你就等着听好消息吧。江柔话音刚落，就听见大门被人敲得砰砰作响。这大晚上的谁这么没礼貌？江柔不耐烦地开门，就见门口竟然是2个叔叔。你们有事吗？你就是江柔，你涉嫌故意伤害他人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我没有啊，你们不要冤枉我。得到消息的江母和江父也赶紧走了出来。同志，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我跟你们吴局可是认识的，请不要影响我们办案，不然连你一块带走。爸，救我啊！我不想去坐牢。江柔就这样被叔叔拖着离开了江家。江父连忙给吴局长打去了电话。吴局啊，我是江林深，有件事我想麻烦你一下。如果是你大女儿的事，就不要开口了，这事谁也帮不了她。还有你也做好心理准备吧。吴局说完就挂断了电话。女儿究竟得罪的是什么人啊？第二天，林瑶刚放学，江荣和他父亲江林深就拦住了他。好狗不挡道啊！此时江荣满脸妒忌地望着林瑶那张精致的脸，恨不得将她撕碎。一个乡下人凭什么能有这样的容貌？他就该和原来一样又黑又胖，永远都是一个丑八怪。都怪昨天那个废物，连泼硫酸都不会，我一定要想办法弄死他。林瑶啊，我们今天是来跟你道歉的。蓉蓉，快过来道歉。对不起，该死的，今天的这份耻辱，我将来定会让你加倍偿还。切，这就是你们的道歉态度？算了吧，没有诚意的道歉我不接受。等等，我们非常诚心的，只要你能原谅我们，什么条件都能答应你。行啊，那让他跪下来跟我道歉，我考虑一下。前世江家2姐妹逼着我当众下跪，还将脏水淋在我的头上，逼我吃狗吃剩下的饭，这些我怎么可能轻易饶过你们？你罢了，蓉蓉还不快跪下！大你疯了吗？我死也不会跪，传出去我以后还怎么做人啊？江父无奈极了，直接上前蛮横地按着江荣逼他下跪。爸爸你道歉，对不起。林瑶同学，你可满意了？林瑶嗤笑了一声，直接就走了过去。如果只是道个歉就能让一切罪行抵过的话，要法律做什么？霸凌者就必须为自己做过的事付出代价。江父见状也只能叹了口气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看来只能从林瑶的家人身上下功夫了。等2人回到江家，江母就急匆匆地迎了上来。老江，不好了，出事了！上一世霸凌者逼他当众下跪，还让他吃狗吃剩下的饭，如今他从活一世，霸凌者竟还想泼硫酸，忍无可忍的他当即就将他们霸凌的证据抖了出来，并举报了他们父亲挪用公款的事。哎呀，解决了这些糟心事，真舒服。与此同时，季延庭也来到了云城，得到的却也只是妻女已过世的消息。雪梅，你怎么忍心就这么抛下我？我还要给你一场最盛大的婚礼呢。想到这儿，季延庭就晕了过去。爸，你怎么了？林瑶此时正好路过，赶紧走了过来。你先不要着急，我帮他看看。他情绪波动太大，
我家就在前面的那条巷子，你背他过去吧，我帮他扎2针就好。真的，太谢谢您了。等林瑶回家后，林雪梅听到动静也好奇地走了出来。瑶瑶他们话音未落，林雪梅就看到了季言庭的脸，当即就慌忙地逃进了屋里。怎么会是他？妈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，看他样子是不太舒服，你给他扎好针，就让他们快点离开，我不想见到这个人。季言庭正好看到林雪梅离去的身影。哈，李渊明，快扶我过去。大叔，你现在最好不要乱动，我帮你扎2针，你再走。季言庭一看到林瑶就哭了出来。孩子，你长得好像我一个故人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虽然我知道我的妻女已经不在了，她根本不可能是我的孩子，但是万一呢？林瑶正要回答，一个大娘却急匆匆地跑了进来。林医生在吗？我家老头子不小心摔了一跤，在地上爬不起来了。在，我跟你一起去。林雪梅本就不想跟季言庭待在一个屋里，当即就跑了出去。季言庭听到那熟悉的声音，也想出去看看，却被季渊明给按住了。爸，你别动，腿还没好呢，别摔倒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对这个大叔有种莫名的亲切感，但为什么妈妈好像很慌乱的样子？难道他们是认识的？很快，林瑶就给季言庭治疗了一番。好舒服啊！我明显感到身体里有一股暖流，整个人都精神焕发了起来。小姑娘，医术不错，谢谢。多少钱？给5块吧。季渊明直接拿出几张大团结递了过去。这些钱你收着，要不是遇见你，我爸不会好的这么快。林瑶摇了摇头，只拿了1张5元的现金。我只拿我该得的。小医生，看你的年纪还不大，现在应该还在读高中吧？我在京市有认识的人，如果你想考哪个大学，我帮你啊。虽然我从不屑走后门，但不知为何，我只想为他破例。天啊，这还是我那刚正不阿的父亲吗？谢谢，但我只想靠自己的努力。真是个好孩子。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林瑶。此话一出，季言庭激动地站了起来。你说你叫什么？是巧合吗？可秦家不可能骗我的呀。小姑娘，你是哪个陵哪个瑶？怎么了呀？凌晨的凌，摇铃琼树的摇。那你是不是9月28号生日？妈妈是不是叫林雪梅？你怎么知道？季言庭身体猛地一颤，又哭了出来。孩子，我终于找到你们了，我是你爸爸呀！林瑶也是一脸的不敢置信。不对，母亲吃了这么多苦，前世更是死都没见过这个男人，其中一定有诈。你为什么这么多年都不来找我们？孩子，我不是不找你们，爸，我来说吧，妹妹，爸他不是不找你们，他只是没有办法。找我们？怎么可能没有办法？是腿断了，还是嘴巴说不得话了？当年爸被爷爷安排进了部队，爷爷说只要他能挣得钱成，就让他接回你和灵姨。为此他不管多危险的任务都接，可还是在一次任务中受了重伤，醒来后腿真的动不了了。竟然还真的腿断了，我这乌鸦嘴。妹妹，这些年爸爸一直在找你们，都没有放弃过。这次他的腿都还没好，偏偏要来四处走访，可得到的消息是你们已经死了很多年，帘幕都被山洪给冲走了。瑶瑶，是爸爸对不起你们，让你和你妈妈吃了这么多年的苦，以后爸爸一定会补偿你们的。你能原谅爸爸吗？这些年真正受苦的人是妈妈，如果妈妈愿意原谅你，我就原谅你。那我能在这里等你妈妈回来吗？如果这次不能取得妻子的原谅，我就不走了，我一定要留在这里陪他们。随便你。太好了，元明，你快去买些菜，还有生活用品，还有衣服、家电都买回来。好，我马上就去。交代完这些，季言庭直接搬了一张椅子，坐到门口等林雪梅。林雪梅回来看到门口的人时，整个人都呆住了。雪梅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，我们再也不分开了，好不好？你是谁？我根本就不认识你。林雪梅后退2步，就慌乱地向着屋里跑去。季言庭也连忙追了过去。雪梅，你不要走，听我解释好不好？我不想听，你走，我这辈子都不想见到你。你给我走，不要再来打扰我跟瑶瑶。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，你打我骂我都可以，只要你能原谅我。呵呵，你抛弃我们母女这么多年，怎么可能还记得我们母女？雪梅，你听我说好不好？很快，季言庭就将受伤的经过说了一遍。林雪梅心疼坏了，当即就开门走了出来。你的腿？我没事，能找到你们，再断2只手也没事。雪梅，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让我弥补你和瑶瑶。季言庭说着就抱住了林雪梅，可林雪梅却一把推开了季言庭。季言庭没忍住，就摔在了地上。言庭，你怎么了？我没用力啊。我现在的腿好痛，就像被千万只蚂蚁啃噬一样。他们相爱多年，却被家族硬生生拆散，分隔两地。如今他们好不容易重逢相认，他的腿却因受伤疼得不行。好在妻子是个医生，减轻了他的痛苦。缓过来的他，当即就给父亲打去了电话。爸，我已经找到他们了，等瑶瑶高考结束，我就会带他们回京市。你怎么就这么不听话呢？我给你安排的婚事那么好，那都不是我想要的。
我的妻子永远只有雪梅，我永远都不会再跟他们分开。谁要是敢对他们不利，就不要怪我不客气，包括您在内。你在威胁我？季延平没再说话，就直接挂断了电话。季老爷子见状，深深的叹了一口气。难道我以前的坚持都是错的？罢了，反正我也活不了几年了，就去一趟朱家，给他把婚事解除了吧。随后，老爷子就带上礼物来到了朱家。季老哥，今天你怎么会想到来我这里？欢迎欢迎，快里面请。我这次来跟朱家退婚的，这件事是季家的错，你们有什么条件可以提出来？此话一出，朱老爷子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，眼睛里仿佛要喷出火来。什么？当初你家延婷昏迷了那么多年，甚至差点成了残废，我们家玉华还每天都去照顾她，等了她那么多年，你现在居然跟我说要退婚？哎，老朱，你冷静一下，毕竟强扭的瓜不甜。你看这么多年了，延婷和玉华还是没能在一起。我知道玉华受了委屈，我会补偿她的。不行，反正我不同意。要是解除婚约了，你让别人怎么看我们家玉华？季老爷子无奈极了，只能深深地对朱老爷子鞠了一躬。老朱，这是算我对不起朱家，以后朱家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，你尽管开口。这次他居然放下了自己的尊严来求我，难道季延婷找到那对母女了？该死的，要不是季老爷子把他们藏得太好了，我早就把他们嘎了，一了百了。老季，这事太大了，我得跟玉华他们商量下。那是自然。送走季老爷子后，朱老爷子就叫来了自己的儿女，把退婚的事也简单说了下。爸，我不同意退婚，我好不容易才等到季延婷的腿康复，怎么能现在放弃？玉华，你都等了这么多年了，季延婷要喜欢你早就娶你了，怎么会拖到现在？婚约还是作废吧。可我10几年的青春都浪费了，怎么可能说放弃就放弃？谁来对我的青春负责啊？行了，哭哭啼啼的成什么样子？郑涛，你有什么想法？既然季家想要退婚，那就答应他们呗。不过我们这次也要让季家大出血。第二天，朱老爷子就和朱征涛气势汹汹地来到了季家。老朱来了，欢迎欢迎，快坐。行了，老季，我们明人不说暗话，退婚可以，但你得让季渊明主动放弃团长的位置，还得赔偿玉华的青春损失费。对了，我听说你们家有枚秦始皇传下来的玉坠，也一起赔给我们吧。老朱，你……哦，我还没说完呢。我家那孙女娇娇一直都喜欢季渊博，玉华跟渊明的婚事不成，我们可以让小贝成亲呀！哈哈哈。哼，我女儿娇娇，未来丈夫的第一人选本来是陆青云的，可传闻说她对女人过敏，要不然怎么可能轮到季家的人？朱老爷子虽说我们退婚在前，可你们这要求也太过分了吧？更何况现在时代不同了，小贝的婚事应该他们自己做主。你昨天鞠躬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，这么快就想出尔反尔了？你也不想大街上到处传季家的家务是吧？你老朱啊，我们好歹是几10年的朋友了，你不能这么过分。你如果不答应这条件，那玉华的婚约就继续。就在季老爷子气得不行，就要答应之时，季渊明匆忙跑了进来，还将一个文件拿了出来。爷爷，这是我爸让我交给你的。季老爷子疑惑地看了看里面的内容，顿时就松了口气。看来是我小看儿子了，果然是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一山更比一山高啊。老朱，我这里有一份文件，你不妨看一下再决定。朱老爷子接过文件，脸色就难看了起来，他狠狠地就将文件砸到了朱征涛身上。都是你干的好事。朱征涛顿感不妙，捡起文件后看了看，才发现上面全是他平时做的不可告人的事情。你们家真狠，竟然还留了这么一手。行了，丢人现眼，婚约就此作废，老季告辞。朱老爷子说完，就带着朱征涛气恼地走了。季老爷子立即就打电话将此事告诉了季延婷。延婷，你会怪我吗？我当然怪你，如果不是你，我和雪梅怎么会分开这么多年？瑶瑶也不会从小就没有父亲。其实我也是为了保护他们。算了，以后你们的事我都不管了。挂断电话，季延婷就高兴地将林雪梅揽入了怀中。雪梅，以后谁也不能将我们分开。等瑶瑶高考完，我要给你一场最盛大的婚礼。与此同时，另一边的周宇早已跟顾庆安领了结婚证，可这半个月来，顾庆安每天都累得不行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这段时间陆青云还有季渊明老针对我，除了让我完成日常训练外，还让我每晚都负重30斤，跑20公里，真是累死个人了。正想着，季渊明和陆青云走了过来，顾庆安连忙对着两人敬礼道：陆团长，季团长。也不知道这人哪来这么大脸，敢伤害我的瑶瑶，还劈腿别的女人。顾庆安这个混账东西，竟敢退我妹妹的婚，看我不折磨死你！20公里跑完了吗？跑完了。行，明天早上你到3团报道。此话一出，顾庆安便呆在了原地。完了，3团的训练是出了名的严酷，
我要是进去，就算不死也得脱层皮。但顾庆安却毫无办法，只能心烦意乱地回到了家属院。哟，你还知道回来啊？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？除了咱们刚结婚的那2天，你看你什么时候回来过？别吵我烦着呢。顾庆安说着就要坐在沙发上，可周宇却一把推开了他。你这么脏怎么能坐沙发？滚开！顾庆安怒不可遏，一把就将周宇推倒在了地上。顾庆安，你竟然敢打我，我跟你没完！周宇痛得龇牙咧嘴，爬起来就跟顾庆安扭打在了一起。80年代的他们如胶似漆，恩爱非常。可如今重来一世，新婚丈夫竟夜不归家，偶尔回来一次，还跟妻子打了起来。顾庆安，你太过分了，我要跟你离婚。离就离，你当我怕你啊？自从跟你结婚后，我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，早离婚早洒脱。原以为周宇是个温柔善良的妻子，现在才知道她的脾气有多坏。早知道当初就该选林瑶，虽然不好看，但她懂事又乖巧，哪里会成这副样子？此时周宇也想到了季家3兄弟的手段，很是后悔。完了，我要是离开家属院，肯定会被季家找到的。不，我不离婚。庆安，我错了，你原谅我一次好不好？顾庆安却冷哼一声，转过头不理周宇。庆安，你原谅我这一次吧，我以后不会再跟你发脾气了，你就理理我吧。你说真的？真的，我保证。哼，要不是我现在没找到别的靠山，早就扔了你了，没用的男人。好吧，再有下次就离婚。顾庆安也有些心软，殊不知周宇心里已经开始有了新的计划。第2天，他就来到军区门口，拦住了陆青云的车。司机小刘见状，连忙下来问道：“嫂子，请问你有什么事吗？”同志，我能搭你的车吗？我今天出来晚了，公交车已经开走了，下一班车还要等1个小时。陆青云肯定在车上，看我今天不拿下你。可周宇完全没想到，小刘接到陆青云的暗示，直接上车一溜烟的将车开走了，只留下一地灰尘，让周宇咳嗽了起来。陆青云，我不会放弃的。虽然你前世身边就没有女人，但我毕竟是一个穿越者，有着最先进的思想，你一定会爱上我的。周宇说完，正想回家属院，胸口却突然疼了起来。怎么回事？自从跟顾清安结婚后，胸口就像有虫子在啃噬我的心脏一般，去医院检查也没有任何问题。就在周宇快要承受不住痛晕过去时，这种疼痛又突然消失了。前世我也没有这样过啊，难道这是我重生产生的后遗症？另一边，陆青云的车直接停在了林瑶的家门口。林瑶放学回来，看到陆青云，也是忍不住的跑了过去。原来我对陆青云是有些喜欢的。此时陆青云也下了车，温柔的看向林瑶。瑶瑶，好久不见，我最近遇到了点麻烦，就是我爷爷他一直不信我有对象，我想让你。难道他要让我当他对象？其实好像也不是不可以。瑶瑶，你可以假装我的对象，帮我给爷爷打个电话吗？你不愿意吗？看着林瑶脸红又有些震惊的样子，陆青云有些忍不住的问道：瑶瑶，你愿意真的当我的对象吗？我愿意成为你的对象。真的？陆青云高兴坏了，当即就抱住了林瑶。好啦，我还得赶紧回家呢，什么时候给你爷爷打电话？你回家等我电话。第2天，林瑶刚到家就接到了陆青云打来的电话。孙媳妇，你是我的孙媳妇吗？听到这话，林瑶就忍不住的脸红了起来。陆爷爷你好，我是林瑶。瑶瑶啊，你什么时候跟青云来爷爷家？爷爷到时给你准备好吃的。好的爷爷，等我放了假我就来看您。好，那你要多跟爷爷打电话，要是那小子欺负你，你告诉爷爷，爷爷帮你打他。爷爷，你说什么呢？陆青云连忙抢过了电话，温柔的道：别听爷爷瞎说，我永远不会欺负你的，你要照顾好自己，我下次再来看你。好呀，你也要照顾好自己。挂断电话后，林雪梅就一脸八卦的走了过来。瑶瑶，他是我对象。啥？你有对象了？是哪个臭小子？嘿嘿，秘密，以后再介绍给你们认识。与此同时，陆青云也接到了部队里的电话。陆队，云城一带出现了走私团伙，他们不仅走私枪火、毒品，还绑架妇女儿童，十恶不赦，请尽快归队参与任务。是。另一边，吴子玉的表妹吴昕就带着林瑶去逛街。瑶瑶，这个世界真的好神奇呀！虽然咱们是同班同学，但要不是上次表哥来接你，我还不知道你们认识呢。是啊，据说每通过6个人就能认识1个人呢。什么意思？瑶瑶，你快看，这个奶奶的唐人好逼真啊！吴昕说着，就拉着林瑶的手，来到了一家唐人摊位上。2位小姑娘要不要买了1个呀？老奶奶，我要买1只马，你能捏吗？当然能捏。老奶奶刚要捏，却虚弱的整个人都倒在了一边。吴昕连忙上去扶住了她。哎呀，老奶奶，你怎么了？我头晕，我家就在前面的巷子里，能不能麻烦你们送我回家？老奶奶，我正好懂一点艺术，我给你把脉看看。老奶奶却本能的将手往后面缩了缩，摇头道：老毛病了，你们送我回家就可以。瑶瑶，要不我们送她回家吧？怎么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呢？
不过这老奶奶也没什么身手，遇到异常情况，我应该能搞定。好吧，我们送您回家。说罢，两人就扶着老奶奶向她家走去。吴昕，既然老奶奶到家了，我们就走吧。可老奶奶却紧拉住吴昕的手不肯松开。两位小姑娘，谢谢你们送我回家，进去喝杯茶再走吧。与此同时，一个凶狠的青年也从里面走了出来。吴昕终于意识到了危险。不用了，我们要回去了。怕什么呢？他是我儿子，必须得喝杯茶。林瑶见状，赶紧拿出一根针在老人的手上刺了一下。快跑！只是林瑶还没跑2步，吴昕的手臂就被那青年给紧紧地拽住了。他们只是好心帮老奶奶回家，却被坏人一把抓住，关了起来。只见里面还关着10几个瘦弱的年轻女子。林瑶，对不起，都是我害了你。没事，先冷静下来。我一个人逃肯定没问题，但外面这些人肯定会将吴昕他们转移到其他地方，到时候再救他们就难了。就在这时，外面的人哈哈大笑了起来。老大今天抓的那2个小妞真漂亮，兄弟们都好久没有开荤了，要不让兄弟们先爽爽。今天抓的那2个也是处吧？是的，绝对是。青年点了下头，就举起手中的酒杯，威胁道：大家喝酒可以，但里面的女人都不能动，不然就不要怪我不念兄弟之情。知道了，老大。几人饱餐了一顿后，就来到林瑶被关押的房间。都给我起来，去外面院子里。林瑶，我们怎么办啊？早知道就不去买糖人了。不用怕，先出去再说。那边的不许哭，谁要是敢逃跑，我直接砍了他的腿。众人吓得瑟瑟发抖，只能跟着这群彪形大汉转移到了厂房的仓库里。这周围全是荒草，想逃跑不容易，但如果现在不跑，以后怕是没机会了。林瑶想着，就开始在心中倒计时：3、2、1。果然，外面的这些彪形大汉一个个都感觉到脑袋眩晕，纷纷倒了下去。是谁？给我们下了药？林瑶只是微微用力，就将身上的绳子都解了下来。林瑶，你太棒了吧！嘘，大家小声一点，我先帮你们解开绳子。众人都纷纷点头，看着他的眼中满是崇拜之色。林瑶担心有漏网之鱼，准备用绳子将所有彪形大汉都绑起来。只是他刚蹲下，一支枪就抵住了他的脑袋。不许动！是你之前也和我们关在一起。怎么会？我懂了，你是他们特意安排在这里面的。呵呵，还不算太笨。女人怕林瑶身手太厉害，早就抓住了吴昕，威胁他。我劝你们识相点，过去蹲下。林瑶，对不起，都是我没用，都是我害了你，你不用管我。闭嘴！女人毫不留情地踢了吴昕一脚。林瑶连忙走到一边蹲了下来。你不要打他，我照做就是。解药在哪里？没有解药，他们一会儿就会醒了。女人半信半疑，当即就在他身上搜了一下，果然没有。此时那个青年也渐渐醒了过来。发生了什么事？那女的给你们下了药，敢在我的眼皮底下动手，真是个不知死活的女人，把她给我带过来。林瑶很快就被带了过来。就是你对我们下的药？吴昕在他们手中，我要救他，只能找机会控制住面前这个青年。呵呵，知道得罪我会有什么下场吗？虽然你确实是个美人，不过我最讨厌不听话的人，所以……话音未落，林瑶快速的就掐住了青年的脖子。呵呵，身手还真是不错，我倒是小看你了。把我朋友放了，不然我就杀了你。女人犹豫的看向青年，青年却丝毫不慌，笑道：有本事就杀了我，可你敢吗？青年对着女人使了个眼色，女人立即用匕首对着吴昕的手臂刺了下去。啊！你疯子！那你要不要跟我这个疯子赌一把，看是我先死，还是你朋友先死？话音刚落，女人手里的枪就指在吴昕的头上。林瑶，你不用管我。选吧，你只有3秒钟的考虑时间。3、2。林瑶没有再挣扎，直接把手松开了。呵呵，你倒是有些本事，只可惜太过妇人之仁。现在可以放开他了吗？当然可以，把他带到隔壁房间去。林瑶也想跟着走去，却被青年给拦住了。你以为我还会将你们关在一起吗？他现在可是我的筹码，我可不能让你有机会再下药，否则我岂不是功亏一篑？我身上没有药，刚刚那个女人已经搜过了，不信你可以问她。是吗？可我只信自己，除非你让我搜一遍。青年邪笑着，目光就开始在林瑶的身上不断游走，看得林瑶一阵恶心。不行，我绝不能轻举妄动，吴昕还在他们手中。你究竟想怎么样？做我的女人，以后跟着我。那你还是杀了我吧。哈哈哈，这也是个好主意。不过我更喜欢慢慢折磨你，看着你从天堂被我一步步拽入地狱，然后在我面前痛苦的死去。你不想试试这滋味吗？青年不知道的是，陆青云所带的团队已经包围了整个工厂。狙击手准备，其他人分为4组，分别从东西南北4个方向潜入，争取将他们一网打尽。陆青云吩咐完，就直接潜入了工厂。竟然是瑶瑶，他们竟然敢抓我的瑶瑶！陆青云愤怒极了，当即就一枪打了过去。此时林瑶也正想毒死他，就见那青年睁大双眼，不甘地倒了下去。有枪？是谁？
林瑶还没反应过来，陆青云就大步走过来，将她紧紧地抱在了怀里。瑶瑶，你有没有受伤？你怎么来了？我没事。对了，吴昕在里面，快去救他。不用担心，他不会有事的。果然，没多久，一行训练有素的士兵就押着几个犯罪团伙走了出来，身后的那些女孩子也都得到了解放。吴昕见到林瑶，也哭着跑了过来。林瑶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好啦，没事，都已经过去了，我们安全了。陆青云不舍极了，还是只能对手下吩咐道：务必把他们安全送回家。是团长，我一定将嫂子他们平安送回家。陆青云不由得瞪了他一眼，可团长有对象的消息还是抑制不住传到了军中的每一个角落。2周后，周宇在医务室被病痛折磨得不行。这段时间，我的身体日渐消瘦，每天都会在剧痛中醒过来。可为什么每次来检查，什么病都查不出来呢？就在这时，军医们围在一起，十分兴奋地说着八卦。你们听说了吗？陆团长有对象了。听说了，英雄救美，可浪漫了。据说很快陆团长就要将他的对象接到部队来了。周宇震惊极了，赶紧上前问道：你们说谁有对象了？陆青云前世并没结婚，而且再过1年他就会死在一次任务中，只有我才能救他，我才是他的妻子。抢了闺蜜白月光的她，如今竟还盯上了闺蜜的新男友。就在她想着该怎么踹掉白月光时，出任务的闺蜜哥哥竟受重伤躺在了医院里。医生，我大哥怎么样了？他还好吗？你一定要救救他啊！没办法了，你们还是跟他道个别，见最后一面吧。此话一出，季老爷子如遭雷击。怎么会？不会的。陆青云见状，连忙将林瑶给的药喂给了季渊明。陆团长，你给季团长吃了什么？虽说季团长生命垂危，但也不能乱吃药啊。这个是。话音未落，季渊明竟然睁开了眼睛。你们在这里？为什么我的身体里还有一股暖流？这怎么可能？难道是回光返照？医生，你赶紧试试重新做手术，看看渊明的身体怎么样了。对，医生回过神来，仔细检查了一番，震惊道：奇迹，真是奇迹啊！他的心跳还有血压、心率都在变强。老首长，季团长他有救了，真的快做手术。半小时后，医生做完手术后出来道：季团长已经度过危险期了，只要休养一段时间就能康复。季渊博闻言，激动得无以复加，又哭又笑的：太好了，大哥终于挺过来了。对了，陆团长，你刚刚给季团长吃了什么药？我能看看吗？这是我对象给我的，他也是个医生。那个陆团长，能不能给我1颗药，让我拿回去研究一下？可我也只剩1颗了。瑶瑶说这要在危急的时刻才能用。好吧，青云啊，这一次你对象真的是救了渊明一命。等什么时候有时间带他来家里吃饭啊？陆青云却只是微微点了下头。还带来吃饭？瑶瑶本应是季家的掌上明珠，却因为你受了那么多的苦，就这事我记你一辈子。随后陆青云又跟季渊明说了好一会儿话，才离开了医院。可车快到部队时，周宇竟然冲出来拦住了车。小刘见状急忙踩下了刹车，才下车关心道：你没事吧？有没有哪里受伤？周宇也吓得不轻，浑身不停地冒着冷汗。我没事。对了，车里坐的是陆团长吧？我找他有急事，我有非常重要的话要跟他说。你等一下，我去跟团长请示下。不用请示了，不要在这里浪费时间，赶紧上车，开车。是。小刘立刻上了车，见周宇不肯让开，他只能将汽车往后退了退，然后直接绕过了周宇。陆团长，你别走，我真的有重要的事跟你说，你不听会后悔的。可车内的陆青云却恍若未闻，连眼神都没有给周宇一个。陆青云，你逃不掉的，只有我才能救你，我才是你的天选之女。时光飞逝，很快林瑶就参加完了高考。她刚走出校园，竟然看到了陆青云。你怎么来了？是不是等了很久？刚刚到，我订好了饭店，我们先去吃饭吧。好。只是2人手牵手还没走多远，迎面就碰到了林雪梅和季言婷。陆青云，你怎么会和瑶瑶在一起？叔叔阿姨你们好，我现在和瑶瑶现在正在处对象。听到这话，季言婷却是眉头紧缩，连忙将陆青云喊到了一边来。你和瑶瑶是怎么认识的？你家里人知道你们在交往吗？3个月前，他救了我表弟，我家里人都知道我们在交往，也很支持。其实我一直很欣赏你，但你们家族太过复杂，并不适合瑶瑶。你放心，等我和瑶瑶结婚后，我会带着她去随军，绝不会让她卷入陆家的纷争。既然你打算好了，那我也不多说。但有一点，如果哪天你敢让她伤心，我绝不会放过你。好，我也不会允许我自己伤害她的。吃过饭，陆青云就依依不舍地回了京市，林瑶也回家和林雪梅他们一起收拾东西。在这里住了这么久，说走其实还有点舍不得呢。是啊，不过不管在哪里，只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，就都是好的。2天后，林瑶一行人终于抵达了京市。他们刚走进季家，就看到客厅中已经坐满了人。哟，今天正好都在呢。大哥、二姐、小妹，我给你们介绍下，她们是我的妻子和女儿。瑶瑶，这位是大伯、二姑，还有小姑姑。大伯、二姑、小姑姑。瑶瑶啊，听说你刚刚高考完，
成绩出来了吗？能不能上京市的大学啊？这个二姑表面上看着笑眯眯的，实则只是想看林瑶的笑话。昨天我特意去查了林瑶，资料上说她为了个男人为他做牛做马，还花了很多钱。这种倒贴的人怎么配成为我们季家的孩子呢？成绩还没出来啊？怎么可能呢？我昨天就查到成绩了，考了653分。你不会因为没考好不好意思说吧？悠然怎么说话的？三哥，悠然说的也没有错，高考成绩前天就出来了。瑶瑶就算考得不理想，那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，咱们都是一家人吗？爸，我没事，这种事我无需撒谎。你们要是不信，可以当场查一下。好啊，那就当场查。你等下可不要哭鼻子啊。季悠然怕林瑶反悔，快步走到电话旁，故意按下免提键开始拨打。你好，林瑶同学的总分是688分，是今年云省的高考状元，恭喜林瑶同学。此话一出，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，眼中充满了震惊和不敢置信。你的高考总分竟然是688分，要知道总分才690分，你的成绩居然那么好。就在这时，季老爷子缓缓地走了过来。季延庭见状很是震惊，之前爸说不会再管我们的事，没想到今天他还是来了。爸，你就是林瑶。瑶瑶，这是爷爷。别，我可没有认他的打算，想成为我们季家的孙女可没有那么容易。嘿嘿，巧了，我也正有此意。他在乡下吃尽苦头，好不容易认祖归宗，可他竟不认爷爷，只因前世这爷爷竟是间接害死他和妈妈的罪魁祸首。我可没有认你的打算，想成为我们季家的孙女可没有那么容易。嘿嘿，巧了，我也正有此意。你真是个没礼貌的野丫头。爸，你别生气，臭丫头，还不快给你爷爷道歉。林瑶却看向季延庭，想看看他是什么态度。季延庭见状给了他一个安慰的笑容，才道：爸，瑶瑶刚回家还不习惯，你别跟她置气。哼，我有什么好生气的？我本来就没有打算认他，一个外人而已。前世要不是这老头把我们送到乡下，妈妈怎么会死？而且他明明一直都知道周宇是假冒的，却还是认下了他，只因他想让朱玉华嫁给我爸。就这种人，休想我认他。季老爷子也看到了林瑶的冷漠，气得立马朝外面走去。季家的那些亲戚也连忙跟了出去，于是屋里只剩下了林瑶几人。爸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很不懂事？季延庭却轻轻摇了摇头。你肯定有你的原因，爸尊重你，只要你开心就好。谢谢爸。说什么呢？就你骄纵瑶瑶。瑶瑶，妈妈觉得你刚刚的行为不太妥当，他毕竟是你的亲爷爷。与此同时，另一边的周宇正和隔壁的田婶子激烈的争吵着。上次我就发现我家菜地全被人踩坏了，现在我都看到你偷我家的菜了，你还不承认？我没有偷你家的菜，你凭什么冤枉我？你还嘴硬，我都亲眼看到你在我家菜地里了，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坏呢？顾庆安闻讯赶来，远远就看到和田婶子谩骂的周宇，他愤怒地上前，一把拉住周宇道：够了，周宇，你还要闹到什么时候？早知道我就不娶周宇了。现在的他不仅花钱如流水，还游手好闲，到处惹是生非，听说还隔三差五的去骚扰陆青云，真是烦得要死。顾清安，你看清楚，是我被人欺负了，你不但不站在我这一边帮我，还骂我，你到底是不是男人啊？田婶子，对不起，你的损失我一定会赔的。顾庆安说完，就恼怒地拉着周宇回到了房间里。周宇，我们这样也没什么意思，离婚吧。顾清安，你想都别想，我这辈子都不会离婚的。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和军区医院那护士的事，我告诉你，你死了这条心吧，我不会如你们愿的。我可是重生之人，就凭我这样的智慧和美貌，陆青云还不是信手拈来？我先稳住你，等我把陆青云搞到手了，就一脚把你踹开。可顾庆安听着周宇的无稽之谈，就忍不住怒道：周宇，你能不能不要无理取闹？怎么想打我啊？来啊，打我啊！周宇高昂着头，刚想靠近顾庆安，就突然有一股钻心的剧痛涌了上来，让他不禁痛得倒地，浑身抽搐。又是这招，我告诉你，对我没用。一开始周宇这样痛的时候，我还会担心，可带他去医院有啥事都没有，真会招。想到这，顾庆安就心烦地出了家属院，却没想到刚出门就碰到了一位绝美的女子。瑶瑶，这是你第一次来京是吧？这2天哥带你去游长城，明天再带你去故宫，还有圆明园。好，有哥哥的感觉真好。傻丫头，天哪，正好我要跟周宇离婚，这美女就出现在了我眼前，看来这是上天赐给我的缘分了。顾庆安想着，就走过去笑道：美女你好，我觉得你很眼熟，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？呵呵，你认错人了吧？这狗男人竟然没有认出我。不好意思，那也许是我的错觉，不过既然我们这么有缘分，是不是可以认识下？我没兴趣，
林瑶说完就冷冰冰的走了，可顾庆安却回味无穷，真是个有个性的女子啊，我喜欢。2天后，顾庆安又故意创造机会，在林瑶的必经之路上拦住了他。好狗不挡道，同志，你怎么对我这么冷漠？是不是对我有些误会啊？可以告诉我原因吗？据我所知，你已经有家室了，接近我到底有什么目的？听到这话的顾庆安竟然十分高兴。我们才见过2面，他就知道了我的身份，看来是故意调查过我，不像表面上看上去的那么冷漠啊，肯定是对我有意思。其实我没有什么目的，只是单纯的想跟你交朋友而已。再者，我那个妻子马上就要离婚了。林瑶嗤笑一声，就抬步离开了这里。看来他们已经同房过了。周瑜身体素质不好，毒素应该早就发作了，就是不知道这顾庆安什么时候发作呢？结果林瑶这边刚走，顾庆安的胸口就传来了一阵刺痛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怎么跟周宇之前的症状一模一样？现在周宇每天都会痛上无数次，我以后不会也这样吧？顾庆安越想越不安，当即就朝着医院快步走去。因为走得太急，不小心就和一个女子撞在了一起。你这个人走路怎么不看路？你是不是瞎呀？对不起，你没事吧？江兰正想发火，就看到了顾庆安那张斯文俊秀的脸。顾庆安也认出了这是师长的外甥女，两人四目相对之间，竟有暧昧的火花闪过。刚刚是我太急了，要不我请你吃顿饭吧？其实我也没有撞痛，不过正好我也饿了。一直到晚上，顾庆安才好心情的哼着歌回到了家属院。顾庆安，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跟你没关系，明天我就去打报告，咱们离婚吧。可周宇却不甘心，第二天一大早他就蹲在了军区大院的门口，只是没想到林瑶竟跟陆青云手牵手的走了出来。你是林瑶？是我，前世他见过我瘦下来的样子，认出来也不奇怪。那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你跟陆青云是什么关系？不，这不是真的。前世林瑶根本就不认识陆青云，为什么他跟陆青云在一起？切，没什么事是不可能的。林瑶，你不过侥幸的暂时赢了而已，属于我的一切，我迟早会全部夺回来。到时候我要让你像狗一样跪在地上哀求我。可林瑶却不想理他。从周宇的面色来看，毒素早就深入了他的骨髓，不出几日，他便会开始腐烂，到那时才会是真正炼狱般的痛苦折磨。林瑶，上一世我是赢家，这辈子我肯定也是，总有一天我会让你付出代价的。只有输家才会反复强调，你这是死到临头了还嘴硬。林瑶说完就牵着陆青云回到了军区大院里。瑶瑶，我跟他不认识，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老缠着我。你放心，我明白的。如今他没能顶替我回到季家，所以顾庆安就得不到季家的帮助，没法晋升。也难怪周宇会纠缠陆青云，无非是想同前世那般当上军长夫人。此时外面的周宇还不死心，挣扎着要跟进来，却被警卫拦住了。陆团长，我才是你的真命天女，不然等你命都没了，后悔都没地方哭，你现在回头还来得及。夫人，请自重。你还知道我是军嫂啊，凭什么拦住我？可警卫依然不为所动。就在这时，顾庆安竟和一个年轻女子有说有笑的走了出来。顾庆安，你竟敢背着我在外面乱来，他是谁？他怎么在这里？不管了，兰兰这么漂亮，还对我的前途有帮助，而这周宇撒泼打滚啥也不行，我管他干啥？顾庆安想到这就不悦道：你不要误会，他只是我朋友，我最近不舒服，就想让他帮我介绍个好点的医生。我呸！你以为我会信吗？我要撕了你们这对渣男贱女！周宇发疯似的上前，对着江兰的脸就是一巴掌。啊，你干什么？周宇，你怎么能打人呢？你给我冷静点！顾庆安连忙一把推开了周宇，周宇一个踉跄就摔在了地上，他的手机也顺势掉了出来。你既然用上了最新款的苹果手机，你就得扔了。怎么可能扔了呢？上转转换钱不好吗？转转现在这么好用，之前我有个旧的小米13，放转转上回收了1900多呢，去买新的自然也就不心疼了。你说的是真的？那我的手机也能回收了？当然，像我换下来的旧手机、游戏机、相机啥的，都会约转转工程师免费上门估价，价格满意现场打钱，特别靠谱。总之听我的，二手回收认准转转 APP 就对了。就在这时，江兰再也不想理这个负心汉，直接就走了。顾庆安连忙就追了上去。兰，你听我解释，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，不然我让你会在京市混不下去。顾庆安被这话语吓到了，只能眼睁睁看着江兰远去。此时的周宇面色很是惨白，只见他身下竟有一股暖流。顾庆安，救救我，救救我们的孩子！你又在这里装什么？本来我还是很不好意思的，可你竟然害得我连兰都没有了，你怎么这么做？早知道我就不该娶你。顾庆安，你有没有良心？这可是你的孩子啊！谁知道你在跟谁鬼混？我们都多久没有那啥了？况且你如今就算死在我面前，我也不会多看你一眼。顾庆安说完就毫不留情的就离开了，随后周宇就昏死了过去。
好在没多久，就有好心人将他送进了医院。经过手术，周宇终于脱离了生命危险，他也缓缓地醒了过来。哈哈，我竟然没死，我还有机会。顾庆安，你竟然这么冷漠地对我，我绝对不会让你好过的。周宇想挪动身体坐起来，却发现身下竟有一股刺骨的剧痛，还有一种莫名的空虚和失落感。怎么会这么疼？而且我跟顾庆安每次都做错事，怎么会怀孕呢？就在这时，一个护士冷冰冰地走进来道：你流产了，不仅大出血，还查出子宫有一个病变的瘤，所以医生不得不切除它。你丈夫也签了同意书。这话如同晴天霹雳，炸得周宇脑袋一片空白。你说什么？我不仅失去了孩子，还失去了子宫，永远失去了做母亲的资格。顾庆安，你真狠心啊！周宇绝望极了。恰好这时林瑶走了进来。贱人，你来干什么？自然是来看你笑话的。你滚！我不想看到你。我可是来看你的，是不是心如刀绞，痛不欲生啊？周宇，你现在肯定很绝望吧？呵呵，我下的药不仅会让你生不如死，还会让你更易受孕。前世你就在我流产时不断的用语言刺激我，这一世我定要将这痛苦偿还给你。此时周宇愤怒地抓起搪瓷杯，就狠狠地朝林瑶砸去。林瑶只是微微闪身就躲了过去。哟，就这么点能耐吗？林瑶，你等着瞧，等我康复后定会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我好怕哦，那你赶紧养好身体，让我看看你的本事。哦，差点忘了告诉你，我听说顾庆安已经跟上面递交了离婚申请报告。此话一出，周宇的身体猛地一颤，满满的不敢置信。你以为我会相信你吗？你给我滚！周宇，现在的你还真是可怜，你放心，我也不想看到你。林瑶说完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病房，可周宇却疼得浑身颤抖。该死，刚刚扯到了我的伤口，现在怎么感觉肚子里有千万只蚂蚁啃噬一般？医生们闻讯赶来，迅速展开急救工作。终于，周宇又一次从死亡中被救了回来。你好好休息，情绪不要太过激动。医生离开没多久，顾庆安才终于来了，只是他却毫不关心周宇惨白的脸色，自顾自地拿了一张纸出来。周宇，这是离婚申请，上面已经批好了，你签个字吧。顾庆安，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，当初要不是我，你怎么会当上军长？你居然敢这么对我！你在说什么呢？你现在神志不清，我不跟你多计较。你没力气签字，按一下手印就好。我不会和你离婚的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周宇，你能不能不要胡闹了？我们好聚好散不好吗？顾庆安说完，就去抓周宇的手，用力按在了离婚申请上。哈哈哈，我们终于离婚了，这样我才能名正言顺的去追兰兰了。只有江兰那样的女子，才是能够助我平步青云、飞黄腾达的人，而你什么都不是。周宇紧咬着牙关，愤怒的直接抓住了床头柜上的小刀，朝着顾庆安狠狠地刺了过去。顾庆安，你去死吧！周宇面容扭曲，全然不顾自己下身再度撕裂开来的伤口，一刀接一刀无情地扎向顾庆安。男人逼他离婚，他竟怒地拿起刀，狠狠地刺在了他身上。304号病房的病人现在的情况非常危急，必须立刻展开急救行动。此时林瑶也看到情况不对，来到了病房。医生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顾连长过来看他媳妇，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了。顾连长媳妇竟然捅了顾连长整整5刀，他自己也因动作太激烈昏死过去了。现在两人的情况都不乐观啊！医生正说着，周宇似乎也感觉到了林瑶的目光，猛地睁开双眼。林瑶，你……周宇浑身颤动着，但最终还是力竭，带着满心的不甘合上了双眼。这一世，我竟然败得如此惨烈，一败涂地。经过一番全力抢救，周宇没能救回来，而顾庆安虽然救了回来，却被那几刀伤到了心肺。顾连长，从今往后您踏实当不了兵了，好好养着吧。平时稍微重一点的体力活也别做了，伤身。顾庆安虚弱地躺在病床上，很是愤怒又迷茫。为什么我会落到这样的下场？现在的我跟废人有什么区别？此时顾母和顾丽丽知道消息，也连忙赶了过来。庆安啊，我的儿啊，你怎么伤成了这样？那个杀千刀的周宇怎么下得了这么狠的手啊？哥，那个坏女人现在在哪里？我要去找她算账。别说了，我现在很后悔，当初为何会要娶周宇。哥，怎么都到现在了，你还不肯说她的去处？妈，走，我们一起去找那件女人。两人刚出医院，竟碰到了刚准备离开的林瑶。林瑶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你是来看我哥的吗？走，我带你去。现在林瑶又会挣钱，又是全省高考状元，如果林瑶能嫁给我哥，那今后我们家可就吃穿不愁了。你怕是忘了吧，我和你哥早就没关系了。林瑶，你就别装了，如果你真对我儿子没感情，怎么可能来医院看他？况且你婆婆我还站在这里呢，你就这样的态度，树还要皮呢。结果你们竟然这么不要脸。我最后再说一次，我和顾庆安早就没关系了，以后也绝不会有任何瓜葛，请你们不要再来打扰我的生活。顾母闻言，毫不犹豫往地上一坐，用力哭喊道：快
快来人呐！大家快来看一看呐！这个没有良心的女人竟然趁着我儿子受伤要跟他分手！我上辈子究竟造了什么孽啊？为何会摊上这么不堪的儿媳呀？眼见围过来的人越来越多，林瑶上前一步，冷眼道：“顾老太太，你口口声声说我是你的儿媳妇，那请问你有什么证据吗？如果没有的话，那你刚才所言便是对我的污蔑，这可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。”顾母闻言，脸色顿时变得十分难看。丽丽，咋办？我可不想去坐牢。顾丽丽沉思片刻，就扶起了地上的顾母。妈，既然大嫂已经变心了，我们就不要再打扰她了，我们回去照顾哥吧，只能等下次再找机会对付林瑶了。等等，事情还没说清楚，我准你们走了吗？你还想怎么样？我们都不想跟你计较了，你为什么还紧抓着不放？呵呵，我已经让人去报警了，你们还是跟叔叔说去吧。对了，我现在的身份可是军属，污蔑军属那可是罪加一等的。顾丽丽和顾母闻言彻底慌神了。林瑶，你就原谅我们这次吧，庆安他现在还身负重伤，实在离不开人照顾呀。就在这时，一名护士走了过来，看向顾丽丽和顾母道：“你们是顾庆安的家属吗？”“是啊，怎么了？”“我要跟你们说一声，顾同志的妻子周雨因抢救无效，已经死亡，现在尸体正在停尸间，麻烦你们去认领下。”围观的群众一听，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？这对母女真是太无耻了！明明自己儿子有媳妇，还在大庭广众下破坏人家姑娘的名声，真是可恶！刚刚我差一点就被他们给骗了，姑娘，你千万不要放过他们，这种人就得让他们去坐牢。众人骂得顾丽丽和顾母无地自容。就在这时，两名叔叔走了过来。叔叔同志啊，我们知道错了，求您高抬贵手放我们一马吧。林瑶，看在往日的情分上，你就原谅我们这一次吧。我还没有嫁人，如果进去留下案底，那将来谁还会娶我啊？我们跪下来给你磕头，请您高抬贵手放我们一马吧。我警告过你们的，你们都是成年人了，自然要为自己所做的事承担责任。林瑶，你为什么这么铁石心肠？难道就不能网开一面，饶过我们这次吗？你们诬陷我的时候，有想过要放我一马吗？恰在这时，陆青云也走了过来。这事必须严肃处理。青云，你怎么来了？来接你回家，我们走吧。这两人恶意诋毁我未婚妻的名誉，我期望你们能够严肃处理此事。陆团长放心，我们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。随后，陆青云就将林瑶带回了家。此时，陆青云和林瑶的父母竟然都在。你们怎么来了？话音未落，陆青云突然单膝跪地，拿出了一大束精心挑选的玫瑰花。瑶瑶，我喜欢你很久了，你愿意跟我订婚吗？林瑶被这突如其来的浪漫深深震撼了，不由自主的就望向了自己的父母。青云啊，虽然我也希望你们幸福，可瑶瑶还要上学呢。叔叔阿姨，你们放心，我不会耽误瑶瑶上学的。那你有没有想好你们结婚以后的生活？我已经跟家里人都说好了，他们都很开心，而且我准备和瑶瑶结婚后，咱们就住在军属院。哈哈，瑶瑶啊，你已经长大成人了，也有了属于自己的想法和主张。爸爸妈妈唯一的心愿就是希望你能够过得幸福快乐。妈妈，谢谢你，我们一家人这辈子都会幸福平安的。瑶瑶，那你愿意跟我一起共度余生吗？当初欺负我的人都得了应有的教训，现在也该我过上美好的生活了。我愿意。林瑶一点头，陆青云就激动地站了起来，紧紧地将她拥入怀中，而林雪梅与季延婷则相视一笑，眼中满是对女儿未来的美好祝愿。